男人去医院割了2个蛋后，才发现割错了，癌细胞还是扩散到全身。可他知道后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攥着老婆留给自己的平安符大笑起来。因为男人觉得，只有这种断子绝孙的死法，才能安抚一下自己妻子的亡魂。可再次睁眼，你看到的却是老家粘在窗户上那落满了灰尘的喜字。随后，你飞快地在屋里屋外找了一圈，就见一丝不挂的林清雪蜷缩在土炕上。此刻，她那一双大眼睛里透着死寂，原本白皙无瑕的身上也带着纵横交错的青紫。而再次看到让你魂牵梦绕了大半辈子的女人，你马上变得激动起来，随即上前一把将她拥入了怀里。有太多的愧疚和思念要说，不过在这一刻都堵在了喉咙里，然后委屈地哭泣起来。前世你设计让林清雪掉进了水库里，导致村里人都看到了她衣衫不整、被你救了的样子。为了名声，她被迫嫁给你。可林清雪自打进了家门，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。在你无休止的家暴中，她抱着孩子跳水库自尽，直到大舅哥将母女2人的尸身从河里捞起来时，你才幡然醒悟。此后，你虽借助时代的风口赚了10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，可用生命教会自己成长的女人已经不在了。就在你沉浸在重生后的喜悦时，突然传来凄厉的哭喊声。此刻看着林清雪浑身哆嗦的样子，你才想起，这回林清雪是从娘家借钱给孩子买米糊，却被你抢走拿去买酒喝，更是喝醉回家后在床上粗暴地折磨她。想到这，你扬手狠狠地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，很快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林清雪静静看着你的举动，忍不住讽刺一笑。她已经记不清这是多少回了，毕竟每次酒醒后你都会下跪求原谅。可过不了2天，你的拳脚会再次落在林清雪的身上。她可以屈辱地忍受你在床上的折磨，但却忍受不了娃娃饿得没东西吃，娃娃虚弱的啼哭声，引得林清雪漂亮的凤眸中有了一丝生机。她慌乱地披上衣服抱起女儿，只是因为林清雪长期营养不良，导致吸不出奶水的小家伙又嗷嗷大哭了起来。而女儿的哭声也将你惊醒，立即下床捡起地上的衣服，媳妇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咱妞弄点吃的。说着，你迈着大长腿往村头的小卖部跑去。小卖部的老黄头看到你后，呲着大黄牙问道：“这次要啥酒？”黄老叔，赊取点米糊成不？钱明天就给你。老黄头听你又要赊账，打量起你脸上红肿的巴掌印，什么话也没说，从货架上给你拿了袋米糊。你感激的道了谢后，匆匆往家里赶。等来到屋内，见到自己老婆还是出门时那样，你心里再次忍不住一阵绞痛。媳妇儿，米糊买回来了。听到你的话，林清雪顿时警惕了起来，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惊恐。我警告你，不准买我女儿，否则我诅咒你赵家断子绝孙！看到这一幕，你将愣在原地，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原本你是想把女儿卖给镇里的一家夫妇，换钱买酒喝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混蛋事？难怪前世会死于睾丸癌，真是活该。于是你将手里的米糊放在破旧的小床上。我发誓，绝不会卖咱妞的。明天我就去镇上找活干。说完，你就转身走了出去。来到外面，你狠狠地又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林清雪就是在这个月抱着女儿跳了水库。一想到这里，你就浑身战栗。眼看天色已晚，家里已经断粮。20分钟后，你来到后山的山脚下，随即抽出裤衩子上的松紧带，做了个弹弓。啪！你打出一颗石子，一只斑鸠扇动翅膀飞起来。上辈子你发达之后，就爱上了射击这项运动，也玩过一段时间的弹弓。蹲在草地里小半天，总算是拿网兜照了只山鸡，又用弹弓打了几只斑鸠。斑鸠很小，4只加起来也不过1-2斤，倒是那只山鸡有5斤那么肥。你把这些东西拿藤条绑起来挂在树枝上，准备挑着回家时，却突然发现背后一倾，东西不见了。你顿时吓出一身绿毛汗，这是碰见鬼了。忽然你看见挂在胸口的平安符有光闪过，这是前世媳妇一直贴身带着的东西，不是玉石也不是塑料，直到她跳河自杀才摘下来，扔在了水库边上。等你仔细看，护身符的光又不见了，便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。下一秒，你进入了一个空间，只看面积的话，还没有你的病房大。反复试验几次后，你才明白，捏着护身符就能进去，脑子里想出去就能出去了。有了这金手指，你便能在这一世东山再起。回家的路上，很多人家都用上了电，自己家还点着洋油灯。自然灾害最苦那几年都过去了，居然还能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你拎着东西直接进了厨房，在天完全黑下来后，你端着一大海碗的斑鸠汤进了堂屋。青青，吃饭了，我做了斑鸠汤给你下奶。连喊3遍，林清雪才缓缓从里屋走出来。瞧见桌上大海碗里盛着的斑鸠汤时，她并未急着靠近，只是站在原地，眼神中满是恨意。此刻你看着自己媳妇一身补丁的穿着，心里又泛起一阵酸楚。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林清雪的容貌却显得格外出众，可自己就是个混球，把人家搞到手又不珍惜。眼下见她满心戒备，虽渴望跟她坐下来同桌共食，但也明白自己在这里，她肯定是不会动筷子。我去厨房吃。说完，你转身走了出去，而林清雪僵立在原地，望着那装满斑鸠肉汤的大海碗，心中涌起了不真实的感觉。这是在做梦吧？还是说这是断头饭？以往家里但凡有口吃的，你都紧着自己吃饱，而他只能喝点刷锅水。所以此刻虽然饥肠辘辘，但林清雪不敢轻易下口，直到走出屋门，见你蹲在窗户下喝汤，厨房门口上还挂着一只大野鸡，猜测你应该是上山打野货去了。林清雪这才掉头回了堂屋，端起碗吃了起来。等吃完饭后，你又在自己老婆警惕的目光下包揽了碗筷清洗工作。自己之前是个懒汉，这可能是在这个家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干家务。忙完这些，想到白天自己干的混蛋事，便又去烧了一锅热水端进屋。青青，
你用这水擦擦身子。说完放下盆子，转身匆匆离去。坐在门口过了许久，屋内才传来细微的哗哗水声，而你则是抬头仰望星空，盘算着明天得找个挣钱的门路，尽快改善一下家里的这种状况。现在已经入秋，冬天零下20度的气温滴水成冰，老婆跟孩子都需要添置棉衣，否则这个冬天老婆和孩子可抗不过去。听到水声停止后，你才起身走进屋内，见你突然出现，吓得林清雪侧身连连往后躲。你别过来！看到这一幕，你暗骂自己之前太畜生，也清楚他的心结一时半会解不开，于是你语气温和地提醒着媳妇儿，我只是进来端水出去。说完，你端起地上的水，迈步往外走去。林清雪也不理会你，见你一出门便迅速穿好了衣服。院子里，你就着老婆用过的热水，简单冲洗了一下。毕竟为了补那几只斑鸠，你在草丛里趴了许久。洗完后，你便在门槛上坐了下来，回想着前世的经历。有段时间，几个外地人总想进山采东西，他们怕迷路，找到了无所事事的你带路。当时的自己，全当这几个城里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见多了他们的操作，也知道怎么采那些野湿活。现在自己完全可以去挖来售卖。想到这，你瞬间来了精神，绑了个火把，准备好了一些不算专业的工具，便冲屋里说道：晴晴，你锁好门，我出去一趟。你这一出去就是一宿，直到凌晨4点才回到家。说起来也是运气好，下山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果子狸窝，掏出了几只还没睁眼的小果子狸。回到家里利索的处理好，留了一只放在厨房后，就挑着2箩筐来到镇上。镇上逢单日子有急事，你找了个人多的地方，把果子狸的肉和皮从箩筐里取出来。小伙子山货不错呀，你原本想着卖不出去，就拿回去一锅炖了，给大哥、二哥、三姐家分一些。没想到刚摆好东西，就有人询问果子狸肉的价格。老头和老太太见你一个大小伙，晒得黑黢黢的，一看就是山里人，加上价格实惠，一口气要了2只。这年代吃肉还要肉票，就只有这种山货可以买了。回去给小孙子打打牙祭。临走，老太太还揪着老头衣服试一他，顺带包下了所有果子狸皮，说是给家里的小孙子做手套。就这样，不到2小时的时间，果子狸已经全部卖了出去。随后，你带着昨天采来的大货，去到镇上的老字号药房。当你拿出东西时，顶着厚重玻璃片的老头眼睛都看直了，小心翼翼地接过大货，仔细地端详一番，随即伸出手比了个价格。小兄弟，这个价。你看到他开的价格，眉头微微一皱，这人把自己当山里的乡巴佬坑。于是你伸手就准备收回自己的东西，见状，老头伸手按住你，随即摸着山羊胡子安抚道：小兄弟，价钱不满意咱可以再商量吗？6张大团结，不能再高了。这个大货虽被自己不慎踩断，但其价值也远不止这个价。但谁让自己急着用钱，媳妇和孩子还在家里饿肚子。思索片刻，你决定卖，然后去买了肉和面，跑了2家供销社，才买到这个年代稀罕的奶粉。临回去的时候，想到了媳妇昨天身上那套打着补丁的旧衣服，便走进了镇上唯一的那家小型国营商场。回去的路上，你拐了个弯去找了个70多岁的老猎户，给了人家一堆吃的，才把老猎户金贵到不行的猎枪给换走了。这年代吃肉要票，要实现吃肉自由，还是需要自己动手。快到家时，这才发现背着孩子的林清雪在地里干活，而大哥赵振兴看到自己走了过来，顿时就火冒三丈：你又死哪儿去了？让你媳妇儿自己下地干活。哥，看着眼前的大哥，你鼻头一酸，我去镇上干活了，顺便买了点肉和面回来。晚上你带嫂子跟孩子来家里吃饭。听到这话，大哥用怀疑的目光将你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瞧着裤腿子上的泥点子，又看了看箩筐里装的满当当的。你嫂子中午才蒸了一锅玉米面馒头，待会儿让恁媳妇拿回去几个，我们就不过去吃了。往后好好对弟妹。于是你也没再说什么，点了点头后背着东西回了家。想要哄好媳妇，就必须先哄好她的胃。就这么，你在厨房开始忙碌起来。等天快黑的时候，林清雪揣着几个玉米面馒头回了家，只是刚走进院子，就闻到厨房的肉香味。于是她赶紧来到厨房门口，就见你正站在简陋的灶台前忙活。而林清雪忙了一天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再把玉米面馒头放好后，就进了卧室，将熟睡中的娃放在小床上。只是一扭头，看到桌上放着一罐奶粉，林清雪顿时血液涌上了大脑，跑进厨房，扬手就给了你一个巴掌。你是不是又跑去逼我妈给你钱了？你怎么这么混账？被媳妇突然提起这档子时，你才渐渐想起自己这个混球，之前确实拿刀威胁过丈母娘要钱。于是你连忙开口否认道：我没有，钱都是我今天赚到的。说着连忙将手伸向裤裆。看到这一幕，林清雪更是生气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那事。随即她上前又给了你一个大嘴巴子，连续挨了2巴掌，把你打得哭笑不得。见林清雪没有停手的意思，你赶忙掏出放在裤裆里的5张大团结。媳妇儿，这是我今天赚的钱，你收下。林清雪看到被硬塞到手里的那几张大团结，她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。看到媳妇要摔跤，你伸手想扶，结果却被林清雪狠狠地打掉。她怎么也不敢信，你这么个游手好闲的家伙，一天功夫能挣回这么多钱。她在外面干了些啥见不得人的勾当？这可咋整？日子是真没法过。你瞅见林清雪压根不信自己的话，差点就给她跪下了。我昨晚上山采了野石斛，又碰巧遇上个果子狸窝，那些东西换了6张大团结，我花了1张买粮食。现在就剩下这些了。一听到石斛，林清雪的眼神才有了点神。北有人参，南有石斛，那玩意要用价值高，能卖钱，可都长在深山里，难找得很。更何况是大黑天的。可仔细一想，早上起来水井边上确实有血渍，锅里还炖着果子狸肉呢。难道真是自己错怪他了？可他咋就认识石斛呢？在林清雪的注视下，你举起右手发誓，我真没干坏事，要不然我断子绝孙。见媳妇呼吸平稳了些，眼神也没那么凶了，心里松了口气。清雪，你赶紧把钱收好。我去给大哥家送点肉，让他们也尝尝鲜。
虽然钱藏空间里更安全，但给媳妇交钱那就是交家权。随后你端起一盘爆炒果子狸肉，还有炖好的鲫鱼豆腐汤，放到堂屋桌上，然后又回厨房盛了满满一碗肉，朝大哥家走去。路上还把欠老黄头的米糊钱和之前的酒钱给还了。而林清雪则是瞅着手里的大团结，匆匆回了屋。嫁过来2年多，向来都是你从她那搜刮钱财，这还是你头一回主动交钱。于是她把钱拆了5份，分别藏了起来。弄好这些，听到外面传来沉稳的脚步声，她从屋里走出来，瞅着桌上冒着热气的一菜一汤，一时有点恍惚，随即又去厨房瞅了一眼，面缸满了大半，油罐子也满了，房梁上还挂着一条10几斤重的五花肉。她真的改了吗？此时林清雪不敢确定，毕竟狗改不了吃屎。见林清雪坐下，你便往她碗里加了只山鸡腿。我明天一早就上山，趁着冬天还没到，赶紧把能挖到石斛的地方都采一遍。毕竟目前这是来钱最快的法子。等全国放开了，好拿着钱去投资别的。听到你的话，林清雪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啥也没说。昨晚她就算是走了狗屎运，采到1颗石斛，哪能回都那么走运？林清雪本想提醒你，真想挣钱就找份工作，一天虽然就几毛钱，但总比没收入强。可一想到你的性子，只要不出去乱赌，喝酒也就随你去了。她拿着筷子想把碗里的山鸡腿夹回去，你见她这样，赶紧拿孩子当借口制止。媳妇儿，你太瘦了，多吃点，不然孩子都没奶喝。奶粉再好也比不上母乳，而且奶粉又贵又不好买。这叫鲫鱼豆腐汤，喝了下奶。这话惹得林清雪瞪了你一眼，握着筷子的手骨节泛白，但也没再拒绝。今天你折腾了1天1夜，又困又累，家里的生计问题总算解决了。填饱肚子后，便直接说道：“媳妇儿，我先睡了。”说着起身弯腰进了里屋，倒头就睡着了。等林清雪洗完碗筷回屋，看到地上你脱掉的衣服，眉头一皱，然后捡起来，趁着月色把衣服洗了。忙完后，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卧室，脚下一不留神踢到了箩筐。林清雪拾起来一看，竟是一套崭新的女人衣服和3套婴儿穿的小衣服。于是她盯着已沉睡的你看了好一会，这个人她有点看不懂了。你这一觉睡的那叫一个昏天暗地，夜里头闺女醒了2回，愣是没把你给闹醒，一直到清早你才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，翻过身瞅见林清雪蜷缩着身体背对着自己。此时她只穿了件破旧的小背心，看得你直冒唾沫星子。毕竟上辈子林清雪死后自己再未找过女人，于是伸手把人揽入怀中，这一切就跟做梦似的，那么不真实。刚想低头亲一口时，怀里的媳妇身子突然就僵了，明显很抗拒自己的接触。于是你强压下心中的苦涩，翻身下了床。这段时间只能先委屈一下，从晾衣绳上取下洗干净的衣服，你也顾不上没干，就麻溜的套上，然后蹑手蹑脚的将箩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。这时候床上的林清雪坐了起来，冷脸冲着你说：“你要是真的想改，就找个活干，只要肯出力，1个月也有10几块钱，咱家日子也能过得去。”听到媳妇主动跟自己说话，你心中一喜，知道是林清雪在为自己考虑。可老天给了你重活一世的机会，自己必须得在全面放开的时候攒够启动资金。上一世他们母女走后，你宛如丧家犬似的在外面流浪了一些日子，后来遇见了贵人，才有机会在国营商店做服务生。因为嘴甜会说话，渐渐被提拔做了经理，也因此才有机会跨阶层接触那些大人物。这辈子自己要靠着双手尽快挣到第一桶金，所以打猎采石斛是现在最快的挣钱方式。更关键的是，自己现在拥有上辈子的记忆，知道在哪些地方有石斛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可能放过？只是目前不知道怎么跟媳妇解释，为啥要坚持上山采石斛。林清雪见你迟迟不吭声，知道这人驴脾气上来了，索性拉起被子又躺下。厨房灶台的锅里还有给你留的玉米面馒头。听到他的话，你剑眉一挑，脸上满是掩不住的喜，随即来到床前，在林清雪的脸蛋上亲了一口。媳妇，我昨天跟咱大哥讲好了，你今天不用去给他们搭把手了，厨房的猪肉得空了，就给俺丈母娘送1半过去。而林清雪见你靠近，以为惹恼了你，又要动手打自己，可没想到竟被你给偷袭了。你说了些啥也没听清，也没瞅见，你走之前还亲了闺女一口。等她回过神，你早就没影了。昏暗的屋子里就剩下她和睡在小床上的闺女。虽然天还早着，可她翻过来覆过去，愣是再也睡不着了，就这么在床上躺到太阳晒屁股。就听到外面有人拍门：“二嫂，这么早过来，有事吗？”刘桂华眼珠子滴溜的往厨房内打转，笑的那叫一个是快。老四媳妇，我听大嫂说，昨晚你家吃肉了，你们家老四是不是赌钱赢大发了？说着也不等回话，脚丫子就跟长了眼睛似的，直往厨房门口摸。乖乖呀，这老四该不会去偷去抢了吧？这么大块肉得花多少钱呢？他家可是有小半年都没见过荤腥了，孩子闹了好几天都没舍得买，好不容易把眼睛拔出来，可又瞟见黑漆漆的墙上竟然还挂着半只山鸡，他顿时就不淡定了。老四家的，你可得看好你家男人，赌博搞不好还要去劳教。林清雪听他这么说，脸色一点点低沉了下来。二嫂，你说这得啥话？要是犯法，自然有公安逮他，不用二嫂你操这份闲心。刘桂华还想再说啥，可眼珠子咕噜一转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你也别恼，二嫂，我这不也是担心咱家老四吗？我家那口子跟他可是亲兄弟，我家小宝闹着想吃肉都馋哭了，你看能不能先借5斤肉给我，回头我让你二哥给你们送钱来。这2年多的相处下来，林清雪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早摸透了这个二嫂是个什么货色，东西进了他家就是肉包子打狗，这一张口就是5斤肉，别说自己不敢做主借给他，就算是有当家权也不可能，这么大事我做不了主。二嫂，你等老四回来跟他说吧。说着走过去把厨房门给拴上了。刘桂华
华见他这副样子，心里十分不痛快。那行，等老四回来，你记得跟他说，把肉帮我送家里。扭身走的时候，刘桂华脸上的笑挂不住了。这边山上眼瞅着快晌午了，你靠着前世那点记忆，费了好一番功夫，才寻见一株野石斛。有了昨天抹黑的经验，等石斛露出大半个根系时，也已经到了。这颗比昨天的那株大太多了。直到天擦黑了，你才小心翼翼的把那一大颗完全弄了出来。就在准备下山回家时，转身却撞见了一只梅花鹿，看样子是来啃石斛的。见状，你赶紧从空间里取出昨天换来的猎枪，不过一息，枪声在林间炸响，惊得鸟群四散逃离。而家里林清雪已做好饭，给女儿烫好奶粉后，还不见你回来，便眉头紧锁。石斛哪有那么好找的，还是得让他踏踏实实学个手艺才行。就在林清雪愣神的时候，你悄悄地走进了院子，直到你将箩筐里的东西取出，屋内的林清雪才听到有动静，抱着女儿走了出来。洗手吃饭吧。说完，抱着女儿又进了屋。你注意到媳妇往筐里瞅了一眼，但也没吱声。等进了屋，瞧见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眼眶一热，恨不得回到上辈子抽死自己。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媳妇，自己怎么就没好好珍惜呢？走到桌前坐了下来，大口吞着饭菜。媳妇，待会我去村长家一趟，这几天把咱家里的电线扯上。闻言，林清雪拍着孩子的手顿了顿，忍不住开口：通了电，那可是以后每月都要交电费的。说完，偷偷瞄了你一眼，生怕自己惹毛你掀桌子。你敏锐地捕捉到林清雪的脸色，随即放下筷子，走到门口把箩筐提进屋。媳妇，这是我今天挖的，改天去城里药店卖了，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钱。而林清雪直勾勾地看着那一石斛，她抬起眼帘望着你，用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：真的是你挖的？见状，你继续开口解释道：我发誓没偷没抢，这真是我在山里挖了一天的成果。林清雪看你一脸坦然，这才将信将疑的点了点头。白天咱们二嫂过来了，她要借5斤猪肉。看林清雪拉着脸，明显是不高兴，估计是自己不在家，是二嫂给她气受了。于是你一脸严肃地说：这个家以后你做主，钱和东西都归你管，你不想借咱就不借。你这话听得林清雪心里犯嘀咕，琢磨了好一会才怯生生地说：我不想借。二嫂她嘴上说借，但肯定不会还回来，她也不是头一回借咱家东西不还了。听到林清雪的话，你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宠溺地刮了下她的鼻子，不想借咱就不借，咱不受她的气。你这一笑，林清雪都看愣了。随即她抱起女儿起身去了里屋，你则是在填饱了肚子后，将碗筷洗干净，然后割了半斤肉，摸黑出了门。村长王栓柱一看是你，黝黑的老脸一愣，再瞅见手里的肉，满脸褶子都笑开了花。郑国这么晚来找叔，有啥事？边问边接过你手里的肉，我想家里搞个电灯，你有空帮忙安排一下。成，明天我就给你安排这个事。你一听他这话，也没多做，起身道了谢就转身离去。只是走到厨房时，竟看到林清雪在黑黢黢的厨房里啃自己吃剩下的那些肉骨头。这一幕刺得你眼珠子生疼，浑身血液好像都凝固一样。随即声音嘶哑的说道：你在干什么？林清雪一听是你的声音，吓得一哆嗦，到嘴边的骨头也跟着掉在地上，随即一脸恐惧的看向院子里的你。别打我，这些都是你啃剩下的，我只是觉得丢了怪可惜。这一刻你只觉得五雷轰顶，从来没这么挫败过。随即扑通一下跪在他面前，而林清雪则是吓得失声尖叫起来。你想干嘛？林清雪眼帘微垂，看着跪在面前的男人，直到感觉胸前被湿热侵染，她竟然哭了。她封闭已久的心好像有了一丝松动，而看到媳妇吃自己的剩饭都吓成这样，就像是一把刀子狠狠捅进你心窝里。于是你从地上站起身，捧着媳妇白皙的双颊，低头吻去她眼角的泪珠。媳妇，你去堂屋等着，待会饭菜好了我端进去，你是我的大恩人。林清雪没听懂这句话，羞得跟见了鬼一样溜出了厨房。厨房里你忙活了一阵，一盘香喷喷的小炒肉片就出了锅。她觉得拉喉咙眼的杂粮馒头，媳妇却宝贝的一口都舍不得吃。只是刚走进里屋，就看一副雪白的美背映入眼帘，一瞬间血液顿时涌入腹部。你几步上前，从身后一把将人揽入怀里。媳妇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沉沦间，林清雪头一回觉得，原来做这种事是这么舒服愉悦的一件事，这还是除了新婚后两人如此如胶似漆的睡在一起。想到昨天夜里的情景，林清雪脸颊感觉一阵发烫，侧过脸再看到小床上的孩子时，林清雪顿时吓得脸色煞白。昨天夜里似乎一宿没听到女儿哭闹，瞅着媳妇突然变了样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女儿那边，便麻溜地下了床，几步窜到女儿的小床前，瞧见女儿已经醒了，正瞪着俩大眼睛笑。此刻你看着闺女，心窝子都软了，小心翼翼的把闺女抱在怀里，回到床边，见闺女没事还咧着嘴笑。林清雪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，紧绷的神经也松了下来，随即眼眶一红，差点哭出来，懊恼自己昨天夜里怎么能睡那么沉，这么大点的孩子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他可咋活？媳妇，你再陪妞妞躺会，我去给你做早饭。说着，你捞起扔在地上的裤衩子，直接套在了身上。林清雪则是查看闺女屁股下垫着的尿布，虽然遮挡的不太规整，但却是换得干净的。难怪昨晚没听到女儿哭闹，原来是这混球起来照顾的女儿，这还是生了孩子后她头一回主动照顾孩子，所以她是真的变了吗？可以再相信她一次吗？另一边，你熟练的在厨房忙活着，等媳妇抱着孩子出来，饭菜也做好了，豆腐、小青菜、玉米面糊，外加杂粮馒头。你光着膀子从林清雪怀里接过孩子，媳妇，你先去洗漱。而林清雪有些不放心，可看着你笨手笨脚的抱着那么点的孩子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是你亲闺女，又不是老虎，还能咬你咋地？吃饭时，村长王栓柱带着电工来了，一进院子就瞧见林清雪坐在院子的桌子边上吃饭，你光着膀子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溜达。他瞅见你臂膀内侧有一圈工整的牙印，笑得意味深长。郑国这还没吃完饭呢，你没想到王栓柱这么早就把人找了，又带着村长和电工来到院子外的门口扯闲天。等林清雪吃完饭回屋后，你
才把孩子交给媳妇。随即从宽松的裤衩子口袋中摸出一包大前门。村长看着手里那根大前门，咧着一嘴大黄牙，笑着说：“你个臭小子，有出息了，这玩意一包都要4毛呢。”一旁的电工笑得更憨厚，把烟卡在耳朵上，扛着梯子就绕去了屋后。这趟工出的划算，4毛一包的烟，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抽。这家人倒是大方，等通了电你就回了屋。刚走进去，一件衣服迎面飞来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就听见林清雪说道：“赶紧把衣服穿上，光着膀子像什么样子？”此刻你后背多了几道抓痕，那是昨夜林清雪留下的。村长和电工都看见了，但是都没说破。然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光着膀子四处溜达，这可让林清雪骚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外人在跟前，他又不好意思提醒。直到你上山后，林清雪捂着发烫的脸颊，缓了好一阵子，这才接着把床褥子拆下来清洗。他把孩子的小床搬到院子里，把孩子放上面，在盆子里倒满水，准备洗床褥。这时候林母挎着个篮子来了，里面装着鸡蛋，还有一小块肉。林清雪瞧见母亲，连忙擦着手起身：“妈，你咋来了？”林母把手里的篮子拎进厨房，目光在自己女儿身上来回打量了一番，瞧着她那破旧不合身的衣服，眼眶一阵发酸，赶紧别开目光，抱起小床上的外孙女说道：“家里刚忙完，我过来看看你。”说着眼睛环顾着破旧的3间土坯茅草房，他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懊悔，不该同意这门亲事的，自己害惨了女儿。清雪，妈想过了，你要是跟他真过不下去，就离了吧，你年轻日子还长，一辈子不能毁在他这个烂人手里。林清雪听到亲妈的话，先是愣了一下，坐在凳子上好一会也没吭声。那天你抢走自己从娘家借来给女儿买米糊的钱去买酒，她真的觉得绝望透了，感觉跟他在一起压根都看不到任何希望，连死的念头都冒了出来。当时就想抱着闺女跳进水库，可你酒醒后，先是悔恨的自己抽了自己10几个大嘴巴子，而后又慌里慌张的出门给孩子买米糊。这几天下来，他瞅着你好像真的变了个人似的，没再出去鬼混，酒也不喝了，赌也不赌了。林母看着闺女低着头不说话，以为她担心孩子，开口说道：“你要是想带着孩子，妈以后可以帮衬着你一起带。”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，就是以后你要是在家带个孩子，可不好嫁。这个年头离婚的可少之又少，日子再苦再难，女人也得咬着牙往下过。听到亲妈连离婚后再嫁人的事都替自己想周全了，林清雪从亲妈怀里接过孩子：“妈，我现下没想离婚。”她如今看着也在慢慢改好。说着，她拉了拉孩子身上那件崭新的小衣服，是她挣钱给孩子买的衣服，也给我买了一套，不过我没舍得穿。林母瞅着闺女那白净稚嫩的脸上泛起了许久未见的红晕，眼睛里也像是重新亮起了光，不由得愣了一下神。她明明昨天还无意间听见隔壁的二麻子说，她欠了外人50块钱，这么大笔债，她又不干正事，可咋还呢？正因为这个，她才不放心，一大早拎着东西过来看看。可看自己闺女的表情不像是假的，若是她真的改邪归正了，这笔钱自己想办法砸锅卖铁也得帮她还上。想到这里，她并没有把自己听到的事告诉女儿，怕她因为这事在跟你闹别扭。她收拢思绪，红着眼眶欣慰的点了点头。她要是能改就好，妈也就放心了。说着抬手摸去眼角流出来的泪，这回刚上山的你嘴里叼杂粮馒头，计算着现在盖建2层楼大概需要多少钱，按照现在自己能挖到的石斛价计算，盖了房子还能有一笔在这个年代算得上很可观的存款。毕竟在这个时候万元户都不多，想着近2年肯定还要待在村里生活，先把住宿条件提上去。家里现在住的3间破土坯房，进屋后自己这个身高感觉腰都直不起来，屋内更是灰尘大的厉害，到处掉渣，实在不是人住的地。这时候地米压根不知道你丈母娘正跟媳妇商量着要不要离婚的事，这要是让你知道了，估计最近都没心思上山挖石斛了。毕竟重活一世，你心里搞钱很重要，但什么却不及老婆跟孩子重要。你掌握着上一辈子的赚钱门道，自然不急着这一时3刻的。眼瞅着快晌午了，林母饭也没顾上吃，就急着要往家回，生怕自己多吃一口，闺女就得少吃一口。林清雪拦也拦不住，只好从厨房取下挂着的肉，一刀切下大半，拎着就追了出去。妈，这个你拿回去跟我弟媳妇他们吃。林母一看那么大块肉，连连摆手不肯要，生怕你知道了她这么贴补娘家，再动手打她闺女，更怕闺女自己没得吃，受了委屈。你们留着吃，家里头不缺这口。你看看你瘦的跟啥似的，得多补补，不然孩子哪来的奶水吃。林母最终还是没要那块肉，挎着筐子一步步的走了。林清雪站在门口，眼睁睁的看着母亲越走越远，直到看不见了，才拎着肉转身进了厨房。隔壁的张桂兰跟林清雪年纪差不多，可嫁过来却早了她2年。她皮肤黝黑，手里头啃着生萝卜，趴在墙头上。妹子，你整天不出门，外面都传开了，你二嫂被你二哥昨晚给收拾了。哭叫声几家子都听见了。从厨房走出来的林清雪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一声。张桂兰见她话不多，拉着凳子在她洗衣盆面前坐了下来，压低音量小声说道：“外面都在传你二哥家的大宝，不是你二哥的。”林清雪一听这话，手里的活顿时停了下来，抬头看向张桂兰：“是你大哥的种。”张桂兰瞅见她眼里的困惑，把啃剩下的萝卜往口袋里一塞，一脸八卦的小声在她耳边嘀咕。林清雪听完整个人都懵了，她真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。她以前还挺尊敬这个大哥的，觉得他忠厚老实，做事公道，挺有大哥样的。可听了这事，心里头多少有些膈应，这是咋能这样呢？张桂兰似乎很满意他的反应，拍了拍这个城里来的小媳妇：“好了，我要回家给俺们当家的做饭，就不跟你聊了。当天晚上你回来的很晚，这次回来你老远就看到家里亮着的灯光，心里禁不住感叹，这电灯果然比洋油灯亮堂多了。”林清雪见你回来，赶紧把热在锅里的菜和白面馒头端了出来，随口问了句：“今天咋回来这么晚？”注意到你身上沾了些泥土，放下菜上手给你拍着身上的泥，你赶紧拦住他，转身把堂屋的门拴上，然后从箩筐的草堆里翻出个
东西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，挖了石斛。回来途中碰见了个意外收获，你没跟媳妇说自己是因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才碰到这东西的，爬上来费了不少劲，这才回来这么晚。这东西现在价格可不比石斛低，都是暗客卖的，算是意外得了笔小财。你盘算着今晚陪媳妇好好亲热一番，明天不去山上了，先去把手上的货处理掉。林清雪看着他放在桌上的那块黑棕色，形状有点像是生姜一样的东西，这好像在书上见过，带着不确定问道：“这是何首乌？”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。你没想到自己媳妇见识够渊博，这玩意村里头大部分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它的金贵，要不山上那么多好宝贝，早叫人搜罗干净了。石斛、何首乌还能金贵个10来年，再往后种植技术上去，这些都能人工种，市面就常见了，也就不稀罕了。可就算那样，野生珍稀药材的价格还是高的离谱，因为野生的压根就买不着。你咧着一嘴大白牙，一把将娇俏的媳妇搂进怀里，低头在她白嫩的脸蛋嘬了一口，迎着她那双亮晶晶的眸子说道：“对，就是何首乌，明个带你跟娃去城里溜达溜达，顺便把这些宝贝卖给药房。”一听说要带着娃出门，林清雪身体猛地一僵，想起之前她说要闺女卖给城里那家不能生养的人家，心里头到现在还犯怵，谁知道是真不能生，还是买回去当童养媳。她从怀里挣脱出来，带着防备和警惕拒绝道：“闺女还小，我俩就不去了，你赶紧洗手吃饭吧。”你眼尖瞧出媳妇不对劲，本想带着她出去逛逛，顺便再给她添置些冬天的衣服，可看她这又警惕了起来，显然是怕自己又打闺女的坏主意。自己干的那些混账事，哪是那么容易就能让她放下心结的？早就信任透支了，只能慢慢来了。你脱下身上带着你点子的衬衫，打开门走出去，简单洗了把脸，回屋坐下，这才瞧见到桌上的饭菜，一盘金黄的炒鸡蛋，还有一小盘早晨剩下的小炒肉。他中午难道都没吃菜？他要是这样一直省吃俭用，啥时候才能把他养得胖乎乎的？看来得赶紧多挣点钱，让他心里头踏实才行。媳妇，这鸡蛋哪来的？林清雪低头给你盛了一碗面糊汤，你出门没多久，我妈来过一趟，是她送来的。亲妈提离婚的事，她是一句也没提。你一听是丈母娘拿来的，想到之前问她要钱喝酒的事情，骚得慌没脸见她，也没问丈母娘过来是什么事，心里头盘算着，等明个把手上的东西卖出去，先把之前从丈母娘那里拿来的钱给还上。你伸手拉过媳妇，让她坐下，快吃饭。说着递给她一个杂面馒头，媳妇还是舍不得蒸白面馒头，蒸了掺了一半白面的杂面馒头，你自己拿起玉米面馒头大口炫了起来。林清雪咬了一小口杂面馒头，抬头偷偷打量眼前的男人，他要是能一直这样该多好，只是不知道他这股子热乎劲能撑多久。俩人正吃着饭，外面响起叫门声：“四哥，我二六子出来啊，3缺1啊，哥几个等你喝酒玩牌呢。”林清雪听到这个声音，脸色刷一下就白了，眼睛直勾勾瞪着，他怕你又像之前那样跟着他们出去喝酒赌钱。你听到这个声音愣了一下，随即想起来是谁了。你放下筷子，一抬头看见媳妇那张惨白的小脸，赶紧起身把人搂进怀里。媳妇，你咋了？哪不舒服？语气里头满是担心和紧张。被搂进怀里的林清雪纤细白皙的手指紧紧揪着你胸口的小背心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你又要跟他们去喝酒玩牌？你一听这话，终于明白媳妇为啥这样了，感情是怕自己老毛病又犯了。下巴垫在他柔软的发顶，手臂不自觉的收紧，将他搂得更紧了些。怀里的身子单薄的厉害，嫁给自己后一天好日子没过上，连顿饱饭都成了奢望。可就这样，他竟然还揣着对自己的希望，想要踏踏实实的跟自己过日子。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把眼眶里的酸热硬生生憋回去，用低沉暗哑的嗓音开口安抚他：“别担心，我不去，我这就把他们撵走，以后都不跟他们瞎胡混了。”侧坐在怀里的林清雪在听到你的这番话后，仰脸带着审视的目光直勾勾瞪着你，质问道：“真的不去？”你垂下眼帘，对上媳妇那双不安又审视的眼睛，真想把心掏给他看看，告诉他自己真的改邪归正了。忍不住又在他挺翘的鼻尖啄了一口，喷洒着干净热燥的气息，保证道：“真不去，放心吧，我这就让他们滚蛋。”随后把怀里的媳妇轻轻放回到凳子上。好了，你先接着吃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直起腰，发现胸口的小背心还被媳妇紧紧攥在手里。要不是知道外面那3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想带着他一起出去，让他看着自己拒绝他们，好让他吃个定心丸。你低下头在他发顶上又亲了一口，算是安抚。粗粝热燥的大手轻轻拍了拍他单薄的后背，他这才慢慢松了手。你直起腰身，迈着矫健的大步走了出去，来到院子门口，打开木门。门口那几个人见到你出来，那个叫二六子的家伙笑得流里流气，开着黄腔说道：“四哥，你这可不地道啊！嫂子刚出月子没多久，你就下不来床了，这都几天了，都不来找哥几个喝酒。”听到那混账话，你凌厉的眉峰透着戾气，沉声吼道：“娘的，你往后说话给我放干净点，不会说话就把你那臭嘴给老子闭上！”其他2人本来也跟着嘻嘻哈哈，瞧着你脸色不对，立马收了笑容，赶紧打圆场道：“四哥，他这人就是嘴欠，你别跟他计较，走，咱哥几个喝酒去。”说着伸手就准备搭你的肩膀，你抬手拨开了他伸过来的胳膊，余光瞟了一眼其他2人，要是喝酒打牌这种事，往后就不要来找我了，我戒了。3人见你这架势，跟见了鬼似的，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全懵了。那个叫二溜子的脸上还挂着猥琐的笑容，不怕死的继续调侃：“四哥，是不是被小嫂子缠着下不来床了？既然她都出月子，也让兄弟几个
个也试试。他话还没说完，你一脚就踹了过去，踹在他胸口上，把他踹得四脚朝天，躺在地上直哼哼。你大步流星上前，一脚踩在那家伙的两腿间，弯下腰，黑眸里闪着狠劲，直勾勾盯着地上的混蛋。下次再敢满嘴喷粪，老子把你上下2张嘴都给缝上，再把你第3条腿打折。说着，脚上又加把劲撵了撵。二六子躺在地上，顾不得胸口的疼痛，双手死命撑着你踩在他胯间的大脚，扯着嗓子鬼哭狼嚎：“四哥，我错了，再也不胡说八道了。”旁边那2人被这一幕吓得魂都没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周身散发着煞气，在夜色里显得十分骇人，愣是没人敢上前劝架。打小他们就怕这家伙，这家伙打起架来那是不要命的狠角色。可今儿个头一遭，见他光是动怒，就跟头饿极了要吃人的老虎似的，让人脊背发凉。你怕二六子瞎好好把媳妇给招来，不想让媳妇瞧见自己这暴力模样，免得吓到他。万一因为这点破事让他再害怕自己，那可就完犊子了。你直起身体，居高临下的瞪着地上的二六子，把脚收了回来，滚！那2人如蒙大赦，赶紧架起二六子，冲着你说了声：“四哥，那我们先走了。”他们3个一走，你就把那股子戾气给收了起来，迈步进了院子，插上门栓。屋内的林清雪打从你出去后就坐立不安，如坐针毡，每一分每秒都觉得十分难熬。看着你老半天没回来，心都快凉透了。明明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可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你不在自己是一口都吃不下。就这么几天功夫，看着你一点点变好了，不知不觉的心里又对你燃起了希望，也不指望着他能大富大贵，就盼着他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行。可要是他再跑去喝酒赌钱，自己可咋整？孩子还这么小，压根没办法带着他出去干活，难道真的要离婚不成？正愣神呢，听到一阵稳重的步伐声，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着声音来的方向瞅去，只见他高大的身影从月色中走了进来。这一刻，林清雪原本死气沉沉的眸子一下子有了光亮，他竟然真没跟着那几个混账东西出去鬼混。他还在发呆，你就已经走到他身后了，弯腰将人环进宽阔的怀里，低头在媳妇白嫩的脸颊亲了一口。咋了？你男人我就出去一会儿，不认识了。说话间，把筷子递到他手里，在桌前坐下，拿起玉米面馒头，大口大口的炫了起来。林清雪还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下意识的问：“你真的以后不再跟他们瞎混了？”报告媳妇大人，我跟他们彻底断了，以后都不跟他们玩了。林清雪这才点了点头，慢条斯理的吃了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她时不时偷瞄一眼自己男人，见你吃得很快，但吃相却不赖，配上他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，反而还多了些赏心悦目。当初嫁给他，除了他救过自己一命，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长得板正，当时就是被外表迷了心窍，再加上给弟弟换亲，这才嫁给了一穷二白的他。你见媳妇盯着自己发呆，不知道他小脑瓜又在琢磨什么，往他馒头上加了块金灿灿的鸡蛋，咧着唇角调侃道：“媳妇儿，快点吃，待会儿床上让你看个够。”你的胡话让林清雪回了神，瞧着他痞里痞气的样子，狠狠剜了你一眼后，红着脸垂下头，埋头吃了起来。吃饱的你也不着急走，窝在蹩脚的板凳上，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媳妇，越看越喜欢。明明这年代物质匮乏，吃的不好还没什么化妆品，可这皮肤依然是溜光水滑的，比那打了什么针的明星都漂亮。你注意到媳妇握着筷子的手骨节通红，就握住她纤细的手腕，拉到自己眼前。想到外面晾晒的床单，你打算明天把手上的东西卖了，从投机倒把那里搞张洗衣机的票。这年代很多人还不知道洗衣机是啥，更不舍得花钱买。有了洗衣机，媳妇就不用手搓衣服了。林清雪抽回自己的手，被你盯得实在是骚得慌。吃饱的话，去烧水把身上洗洗，浑身都是泥。你起身在媳妇脸上亲了一口，就去厨房烧水去了。你走后，林清雪放下筷子，摸了摸发烫的脸颊。这人打从昨个夜里起，就喜欢对自己搂搂抱抱，还时不时亲2口。每次他靠近，都能闻到他身上的荷尔蒙气息，使得自己心里就像踹了只兔子，砰砰乱跳，自个儿都闹不明白这是咋回事。吃完饭，你拉着林清雪说要带她出去散散步，消消神儿。回去的路上，你没再往家走，带林清雪转了个方向。牛棚旁一间破落的泥土房，外面搭个简易土灶，屋里的女人捂着胸口不停咳嗽，抓出一小把玉米参，兑了水放进缺角的陶瓷罐里。只是这么几步路，她脸上就泛起白，大颗的汗水从额头滚落。正揪心，一个半头白发的男人从不远处大步走过来，他皱着眉接过水瓢，让他回屋好好躺着，自己来做饭。女人看向他，男人把换来的半张饼递过去，今天运气不错，换了1张饼，我吃了一半，剩下的带回来了，你快吃，吃了病才好得快。你吃过了。男人没一点迟疑，往罐子里添了把米，蹲下开始烧火，说吃过了。女人想想自己的身子，把饼子递过去，我不饿，你都吃了吧？躺半天了就想喝点稀的。男人闷头填火，叫你吃就吃，不吃东西病咋好？男人低着头，眼眶发酸，今天吃饱了，明天吃啥？他的身子不顾了，就那一点米，还是他求了好几家村民换来的。他心疼他忙活1天没吃饭，他也心疼他跟他下乡受罪。他攥住他的手，别想那么多，安心养病，明个我就去给你找药，一定能治好。林清雪看得心里不是滋味，回去的路上问你那2位的情况，你有些沉默，该怎么说？说那个男人你也不熟悉，但上辈子在电视上见过，老人商场纵横多年，离世后将全部身家都捐了出去，以他爱人的名义成立了医疗救治公益基金会，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保护好爱妻，亲眼看着他受病痛折磨离世。你照着回忆猜测，致使他夫人身故的应该就是这场病。不过你估摸着殷夫人的病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足导致的，在四面漏风的牛棚，每天又督清汤寡水，再小的病也能拖成恶疾。你准备让媳妇这个高中生把药吃的还有钱拿去投资这位未来大佬，最起码恢复高考前的辅导老师有了。第2天一早，天还没亮躺起来，你就睁开了眼，悄悄下了床，走到小床边，小心谨慎的把女儿抱起来，轻轻放在媳妇身旁，仔细盖好小被子，给媳妇煮好
早餐后，你从外头把门一关，就踏上了出门的路。今儿个逢集，虽说时间还早，可路上已经有不少行人了。在这个年月，农村里谁家要是能有个28大杠自行车，那条件可就算是相当不错了。所以大多数人出门还是得靠2条腿走。你凭着上辈子的记忆，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家比较大的中药铺子。那国字脸的中年男人看见你拿出来的东西，就上下打量了你一番，然后拿起那石斛，仔仔细细的瞧了起来。一看这石斛竟是朱老爷石斛，每根都完完整整的，心里头不禁有些惊讶。他小心翼翼的把石斛放在柜台上，试探着问你想卖啥价。你一听让他开价，也没客气，直接报了个数。你心里明白，对方肯定得还价。果然，那药房负责人一听你报的价，心里就有数了，知道这人不好糊弄，瞅了一眼你的箩筐，就把你请到了后院。2个人在后院磨了快1个小时的嘴皮子，最后你把2株石斛、1颗何首乌还有鹿茸都卖给了他。你对今天的价格也挺满意，揣着50张大团结就离开了药房。有了钱后的你去了国营商场，你想买台洗衣机，一问售货员傻眼了，你拍了下脑门。虽然现在有洗衣机，但那都是用于宾馆，洗衣店并没有进入家庭。国产的第1台洗衣机是1978年，现在还没生产出来。不过你意外弄到了1张9寸黑白电视机的票，想也没想就买了，又买了些邮票、肉票、面票。投机倒把的人一看来了个大主顾，对你格外热情。听说你当天就要买电视机，就帮忙找了个有拖拉机的熟人，花2块钱就能把东西给你拉到村里。你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接着你在国营商场给媳妇买了10新的大红毛衣、裤子、皮鞋，又给孩子添置了几身崭新的小衣服，还购置了几床新棉被，把能想到的都购置了，足足装了小半车。开拖拉机的师傅看得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这穿着破旧衣服的小伙这么有钱，一口气买这么多东西。等你大采购完，已经是下午了。这时候家里的林清雪早上醒来一看，孩子睡在身边，你不知道啥时候就走了。林清雪拖着沉甸甸、酸溜溜的身子骨起了床，瞅见那人早起走之前，饭菜都已拾掇得妥妥当当，桌上摆着黄澄澄的鸡蛋，还有煎得滋滋冒油的肉块。林清雪心里头说没点波动，那是哄人的。晌午头里，王栓柱领着一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进了门。老四媳妇，这是城里下来的知青李甜甜，往后就在你家住下了，你跟老四说一声，给她10多个房间出来。林清雪一时有些懵，家里突然多了这么个年轻闺女，这3间小土坯房可咋住得开？一间2口俩住着，堂屋是吃饭的地儿，另一间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哪有给她住的地儿？村长他不在家，我这做不了主啊。王栓柱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堆一块儿，冲着林清雪摆了摆手，压根不听他的话，转身对着身边的知青交代了几句，抬腿就走了。要不是看在你那小子送自己那块肉的情面上，咋可能把这么水灵的黄花大闺女往他家送？这批知青下来，林林总总加起来20好几个人，大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，就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就让自己给安排在了这里。他小2口住着，送来个小姑娘总比送来个小伙子强，毕竟晚上办事，小姑娘比小伙子方便多了，没啥好避讳的，更不担心年轻漂亮的媳妇被人惦记。被扔下的李甜甜拎着帆布挎包，打量着这3间破破烂烂的土房，心里头直犯怵。这以后的日子，怕是比其他下乡的知青都要难熬。红梅被分配的那家，看上去日子过得挺滋润的，那是一对中年夫妻，还带着3个娃，一个个都穿得光鲜亮丽的。来的路上，听他们说自己分配的这家男人可不是个啥好东西，喝酒赌博，还动手打老婆，家里头穷得叮当响，连锅都快揭不开了。没来之前还觉得他们说的有点玄乎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们说的那是一点也没掺假。就是这家女主人穿着破旧不合身的衣服，可长得那是水嫩漂亮，五官精致的跟画里走出来的一样，一点也不像是农村人。林清雪察觉到那道目光，正在细细的打量自己，她低头瞅了瞅自己身上是打着补丁的旧衣裳，再瞅瞅眼前这位穿着一身时髦的地雀凉裙子，白袜子配着小皮鞋，光鲜亮丽的。她假装没在意那审视的眼神，开口说道：“你先坐呗，那屋子乱糟糟的，全是些杂物，得等我当家的回来，才能给你腾出个地儿来。”说完，她转身进了屋子，拎出暖水瓶，给客人倒了碗水。李甜甜有些局促地点了点头，在院子内的板凳上坐了下来。她心里盘算着，得想尽办法，赶紧拿到回城工作的通知。这破地方，她是一天都不想多待，尤其是还住在这有个地痞无赖的家里，以后可得小心点，别让这家的地痞无赖占了便宜去。林清雪本打算中午就随便对付一口，现在来了个新知青，只能挽起袖子开始张罗做饭的事情。李甜甜想着以后都要住这儿，不能白吃白住，就洗了洗手，进厨房想帮忙。嫂子，要不我来烧锅？她说着走进厨房，却愣住了。破旧的厨房收拾的倒是干净整洁，房梁上还挂着那么大一块肉，谁说这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？揭不开锅还吃得上肉，还这么大块。林清雪正低头和面，听见李甜甜的话，抬头说道：“不用你帮忙，你要是闲着没事，就帮我在院里看着孩子吧。”李甜甜听了，点点头，就出了厨房，来到小床前，看着躺在上面那白净的像瓷娃娃一样的孩子，模样讨人喜欢。她弯下腰逗弄那孩子，心里纳闷，这女主人跟自己差不多大，长得又这么白净漂亮，怎么就这么早嫁了人？她咋就能看上那么个不成器的男人？还是个地痞无赖？莫非是让那无赖给逼的？没法子才嫁给了他。一想到这儿，李甜甜就一阵发怵，她越琢磨越害怕，寻思着要不要去村长家求村长给换个地儿，哪怕再穷点也行，只要那家的男人是个本分人就行。厨房里，林清雪正忙活着做饭，哪晓得外面的知青心里头正演这么一出大戏。不一会儿，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。林清雪端着面条走出来，招呼道：“女同志，先来吃碗面。”李甜甜回过神来，瞅着桌上海碗里飘着油星子的面条，愣了愣神，她赶忙说道：“我叫李甜甜，嫂子你以后就叫我甜甜吧。”林清雪点了点
点头，没再多说啥。下午快4点的时候，拖拉机轰隆隆的进了村，按着你指的路停在了你家门口。在院子里头包着玉米的林清雪忽地听见外头有动静，赶忙放下手头的活，他站起身走到门口，正巧瞅见你从拖拉机上麻利的跳了下来，心里头直犯嘀咕，他咋就坐着这突突响的拖拉机回来了？还没等他开口问个究竟，那拖拉机的师傅就扯着嗓子喊上了：“小伙子，这么多东西，你家能搁得下吗？”说着，他就从车头绕到了车尾巴那儿，把电视机一点点往边上挪，生怕碰坏了。你一个箭步上去，就把电视机从车上扛了下来，冲着拖拉机师傅咧嘴一笑，说道：“以后地方大着呢。”站在旁边的林清雪被眼前这一幕给吓愣了，呆呆地问：“这些都是你买的？”那声音里满是不敢相信，这么多东西，还加个电视机，这得花多少钱？多少票啊？你见媳妇白净漂亮的脸上，一双眼睛直愣愣的，便走上前去，摸了摸她的脸颊，心里头明白，他这是心疼钱，可这点小钱，你压根没放在眼里，就想让媳妇以后跟着自己享福，再也不让她受一点罪。你凑到林清雪耳朵边小声嘀咕：“等会儿再跟你细说，你先站到一边去，别碰着你，我先把东西卸下来。”林清雪听了你的话，跟木偶似的挪到了一边，看着一件件东西从车上卸下来，堆得跟小山似的，他心里头那个悔啊！早知道这样，他就抱着孩子跟你一起进城了。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他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？哪来的钱和票？一般人家谁看得起电视机啊？光是电费都得不少钱，真败家啊！这时候，站在角落里的李甜甜怀里搂着小婴儿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身材高大、肩宽腿长的年轻男人。他就是村里的地痞。他原以为你长得丑陋、粗鄙不堪，咋也没想到你竟是个五官深邃、相貌英朗的人。他长这么大，还很少见过这么俊的男人，看得他心里头扑通扑通的乱跳个不停。李甜甜这下算是明白了，林清雪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人，咋就早早嫁了？原来这男人长得比电影里的王新刚都好看。东西卸完了，你从兜里掏出2块钱，递给了拖拉机师傅。师傅拿了钱，挥挥手开着拖拉机就走了。你又开始往院子里搬东西，媳妇要帮忙，你还不让媳妇坐着歇着，压根就没瞧见家里还多了个陌生女人。赵振兴听着风声赶了过来，一看自己兄弟门口堆了那么多东西，都惊呆了。这懒家伙哪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么多东西？他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家里也没啥东西可卖的，难道是卖了孩子？想到这儿，赵振兴不由得加快了步子，赶到门跟前，一眼瞅见女知青怀里的小侄女儿，心里头这才踏实下来。赵振兴啥话也没吱声，闷头帮着把物件搬进了院子，瞅着那沉甸甸的铁疙瘩，一通电就有画面和声音传出来，一群蚂蚁在上面咬架，可热闹了，跟看电影似的。他好奇地围着转了几圈，不好意思伸手摸，听说这玩意儿金贵着呢，要好几百块钱。这就是城里人常说的电视机，真没想到自家兄弟竟然给弄回来一台，全村独一份。东西归置妥当后，赵振兴把你拽到院门口，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。你不慌不忙，拍着胸口说，这些都是自己打猎去黑市上卖猎物换的钱。你没把石斛的事儿告诉大哥，倒也不是信不过大哥，而是石斛都长在悬崖峭壁上，就算说了，大哥也帮不上啥忙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还把自己的财路给断了。等来年开春暖和了，你领大哥二哥上山，寻几处好踩的地方，告诉他们窍门，往后就看他们各自的造化了。赵振兴想劝你好好种地算了，可瞅着眼前的亲兄弟，眼里闪着亮光，透出一股子以前没见过的精明和深邃，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让他这个当大哥的都觉得有点不认得。你想着大哥难得过来，就把想盖房的事儿跟他透了透，想请他帮忙看着，每天给他开1块钱的工钱。赵振兴抽了口烟说，你不犯浑，我给你白干都成，哪要什么工钱？不过建房子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得花大价钱呢。大哥，钱我有，工钱我照给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麻烦大哥帮我找个手艺好的师傅，材料也用好一些的，争取入冬前住进新房里去。赵振兴点点头，以为老四只是想把那3间草房修缮，哪成想他居然那么大的胆子，要盖2层。你之所以把这些事儿一股脑交给自家大哥，实在是因为你自个儿忙得脚打后脑勺。你琢磨着得赶在入冬前把石斛都采出来，如果再遇上何首乌这种野生药材，也能卖了换钱。要是再能撞上梅花鹿，弄点鹿茸、路边啥的，那可就是捡着大便宜了。眼瞅着天还早，哥俩人一合计，就找王栓柱。计划经济时代，盖房买砖也需要批条子。王栓柱这个村长在这年月权力达到无敌，你送了一包大前门，还给塞了1块钱，顺顺利利拿到了买砖的条子，开了条子，直奔公社的砖厂，把盖房用的砖给定下。赵振兴就耐了闷了，老四准备砌多厚的墙啊？咋定这么多砖？你跟他说要盖2层。赵振兴眼瞅着你掏出2张大团结，眼皮子都不眨一下，就递给了砖厂老板。赵振兴心疼的直咧嘴，再一听他说剩下的钱等砖都拉家里头再结清，赵振兴瞪大了眼珠子，觉得这事儿简直不可思议。那可是大团结，不是草纸，就这么随便装在口袋里，也不怕给弄丢了了。赵振兴发觉自个儿这个烂赌鬼四弟，现在在外人跟前那派头足的很，比那砖厂厂长还像领导呢。往那儿一站，不怒自威的，要是换上不打补丁的蓝布褂子，说他是哪家领导的公子，都有人信。要不是脖子上的黑痣还在，手上还有之前打架斗狠时候的刀疤，赵振兴都怀疑老四是不是让人给偷换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赵振兴整个人都是飘的，晕乎乎的。老四当然了，可他咋总觉得怪怪的？快到家的时候，你从上衣口袋里掏出5张大团结递过去，大哥，除了木头，其他材料都麻烦你帮忙张罗着。赵振兴伸手想接，又觉得自己手有点脏，在衣服下摆蹭了蹭，才把钱接过来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钱揣进贴身的衣服口袋里，生怕一不小心给弄丢了。赵振兴诚恳地跟你说，这么多钱，你信得过大哥？大哥一定给你把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。你点点头，亲大哥有啥信不过的？要不是大哥大嫂招呼事儿，就上辈子媳妇受的那委屈，
搞不好闺女都生不下来，都会被自己折腾没了。赵家堂屋，林清雪正在拾掇你买回来的东西，她从柜子里翻出一条方巾，仔仔细细的搭在电视机上，生怕落了点灰，弄脏了电视机。要她说买这玩意儿干啥？村里时不时就停电，还要架天线，没信号的时候满屏都是雪花。可看你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她也不好埋怨你乱花钱。她发现你又给她和闺女买东西了，有女士毛衣、裤子、皮鞋，还有几套闺女的小衣服。这人咋又乱花钱？谁家天天买新衣服穿啊？上次你去镇上给她买的那件外套，她还没过身，舍不得穿，居然又给她买了这么衣服。但看你念着娘俩，林清雪还是很开心。她抱起轻软厚实的棉被，准备往箱子里放，忍不住落下泪来。这比她嫁过来时谈的新棉花被子还好，东西都拾掇好。林清雪发现这人居然没给自己买东西，可她的衬衣也是补丁落补丁，鞋更是都破了个洞。李甜甜帮忙抱着闺女，眼巴巴地盯着那些新衣裳，抓耳挠腮，就跟猫看到了鱼似的。那鸡心领毛衣是城里最时兴的款式，自己逛商场也想买，但父母根本不同意，花小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件毛衣，看着自己想买却没钱买的衣服出现在这里，还不止一件。李甜甜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。林清雪她男人长得那是一表人才，还特别舍得给媳妇花钱，而且还会疼人。刚搬东西时压根舍不得她动手，生怕她累着，心疼的跟眼珠子似的。村里咋能把这样的好男人传承是毒懒汉，简直是胡说八道。你从外面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，一进门就瞧见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那儿，笑眯眯的看着自家媳妇。这是你朋友？李甜甜在察觉你视线后，眼帘微垂，不敢与你对视。虽然她自诩城里人，一向看不起这帮泥腿子，但打从这家男人坐着拖拉机风尘仆仆的回来，她虽一直就在旁边站着，可她眼里心里就只有小嫂子一个大活人处在这儿，她愣是从头到尾都没瞅自己一眼。林清雪正忙着手头上的活，听到你这么一问，这才反应过来家里头多了个人。那女知青一直闷声不响，自己又光顾着收拾你买回来的那些东西，就把她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林清雪赶紧带着歉意从李甜甜怀里接过孩子，冲着你说道：“这是队长领过来的下乡知青，说想暂时借住在咱家，你看咱要不把西屋拾掇拾掇，腾出来给他住。”话语里带着几分商量。虽然你说家里他当家，但他还是不敢自个儿做主，生怕落了不是。你一听说有外人要住家里，眉头不自觉的微微一蹙，你可不愿意有陌生人来搅和自己和媳妇的小日子。可当你瞅见媳妇期盼的眼神，到嘴边拒绝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，生怕他以为自己服了他的意。你没吭声，先把媳妇拉到里屋，脱下外面的褂子，然后从暗兜里掏出卖石斛剩下的钱递给了他。接着你从林清雪怀里接过孩子，逗弄着把自己打算新建房子的事跟他说了说。林清雪从你手里接过钱，看着手里那一张张崭新的大团结，心里头有些难以置信，买了那么多东西，竟然还剩下这么多钱，2株石斛，1棵何首乌，还有那什么鹿茸，路边值这么多钱。当你说起想盖房子的念头时，林清雪赶紧把钱收好，在你那热切的目光下，小心翼翼地把钱藏了个严实，然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要是不盖房子，就凭这2回挣的钱，足够他们3口人过上好几年的丰衣足食、安安稳稳的日子。可要是真盖了房，这些钱怕是远远不够，还得欠下一屁股外债。娘家弟弟那边这2年也没少帮衬自己家，现在他们也有了孩子要养活，自己哪还好意思再开口借钱？林清雪正寻思着，你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，突然在他那白嫩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媳妇儿，钱的事情你甭操心，有我呢，你在家就好好歇着，别累着了。脸颊上那突如其来的柔软温热触感，让林清雪的脸瞬间红了个透。她媚眼如丝的瞪了你一眼，小声提醒道：“干啥呢？外面还有人呢，也不害臊。”你脸皮厚的跟铜墙铁壁似的，你只是笑嘻嘻的看着林清雪。上辈子的你身价不菲，什么场合没去过？说着你又俯身下去，低头在林清雪那红润饱满的嘴唇上轻咬了一口。瞧着媳妇白嫩透着粉红的面颊，你的心都跟着融化了。都是当妈的人了，怎么还青涩呢？你不再逗她，转回正题说道：“明天大哥会订材料回来，万一他钱不够，问你拿的时候，你可别忘了给他。”林清雪默默点了点头，心里头却有些膈应。她想起了隔壁邻居说的大哥和二嫂的事儿，再看到大哥，心里头就不得劲儿。你眼尖，瞧出了媳妇脸色不对，凑近她，贴在她脸颊上问：“咋了，媳妇？有啥事儿别憋在心里头。”林清雪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，啥也没说。你见媳妇不想说，也就没再追问。那边李甜甜站在堂屋里，隐约听到林清雪提醒说外面还有人的话，脸蛋红的跟猴屁股似的。她放轻脚步，走到院子中间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鬼使神差地停下了去找队长换住处的脚步。这家男主人似乎并不像外头村民传的那般不堪。方才小嫂子整理物件时，他抱着孩子就站在那儿，瞧得一清二楚。那些物件里大都是家里用的，还有孩子和小嫂子的衣裳，偏偏就没见着男人用的啥东西。在李甜甜站在院子发呆时，你怀里晃着的小闺女已经甜甜的睡着了，金雕玉琢的小脸上带着恬静。你轻轻转身，将熟睡的小公主轻柔的放在床上，小心翼翼的拉上被子。随后林清雪从屋内走了出来，冲李甜甜说道：“今晚得委屈你先将就一下了，西屋的东西堆得有点多，你大哥可能一下子收拾不完。”李甜甜听到林清雪的话，扭过头来，瞧见她脸颊红扑扑的，不禁联想到刚才隐约听到的夫妻俩屋里的对话，脸上有些发烫，赶紧避开了她的视线。不委屈，那麻烦你跟大哥了。李甜甜连忙说道。林清雪冲着李甜甜笑着摇了下头，说道：“你不嫌弃我们家穷就好。”说着她弯下腰，想把女儿的小木床搬到自己的东屋去。你见状，赶紧冲上来帮忙：“媳妇，我来搬，你小心闪着腰。”林清雪笑了笑，转身去了西屋，也想帮忙收拾。光着膀子干活的你，被媳妇一再要求，只好套上了个白色背心，那肌肉线条分明的臂膀露在外面，透着一股子力气。
起，背心遮住了她宽阔的后背上那深浅不一的抓痕。你浑然不知媳妇为什么让穿背心，就这么扛起几个竹耙，打算搬到院子里。刚忙活没2下，就瞅见媳妇挽着袖子进来了。你连忙开口阻拦：“媳妇，这儿不用你搭手，灰尘大着呢，你快出去院里待着去。”你说着，见林清雪不听劝，心里一急，放下手里的篱笆就把人往外推。你心里那个心疼啊，这儿灰尘这么大，咋能让她进来帮忙呢？要不是想着接下来建房子，家里得有一群大老爷们儿进进出出的，你才不会留下这个女知青住家里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留下李甜甜也有好处，自己上山打猎采石斛的时候，她能陪着媳妇说说话解解闷。李甜甜瞧见你把林清雪推了出来，忍不住捂着嘴笑着打趣道：“嫂子，大哥可真疼你啊！”听到李甜甜的话，林清雪脸上泛起了红晕，有些羞涩的笑了一下，没应声。这人真是变了样，只要他在家，啥活都不让自己沾手，连晚上擦身子的热水他都烧好端到屋内给自己。这些天确实有种被小心呵护的感觉，就是太好了，以至于过得都有些不真实，甚至有些提心吊胆的。林清雪生怕你新鲜劲过了，又变回从前那样，搞得每天都心揪着，过得患得患失。她的精神现在每天都处于高度紧绷状态下，贪婪的希望这种好日子能维持久一点，所以她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，生怕惹你不高兴。吃饭的时候，看着她把白面馒头递给自己，她却大口的啃着粗粮馒头。明明嫌粗粮馒头不好吃的是她，让自己做些白面馒头的也是她，可做好了，她却一口不吃，全都留给自己。其实自己吃啥都行，只要她能安心过日子，别再出去瞎混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林清雪到现在也没闹明白，你咋就突然变这么好了？之前她也不是没喝醉后做了混事，酒醒后抱着跟自己道歉，跪在地上发毒誓的时候，每次发完酒疯后确实会收敛一些，可那也就好个2、3天，就又打回原形，继续出去鬼混。从来没见过她像这些天一样，又是做饭又是烧水，还会哄孩子，连衣服鞋子都给孩子买齐全了。林清雪心里头跟明镜似的，时刻提醒自己得保持着清醒，别一头栽进这甜蜜的漩涡里。万一以后梦醒了，现实跟现在不一样，那可咋整？可你不知道媳妇心里这些弯弯绕绕，眼瞅着天擦黑了，你终于把西屋拾掇出来了。那屋是土瓦房，一直堆着杂物没人住，墙上的报纸都烂得跟蜘蛛网似的，一碰就掉渣。虽然打扫过，可里面还是很大灰尘。你手脚麻利的用木板搭了个小床，算是完成了媳妇交代的任务。林清雪见你满头大汗的走出来，赶紧拿起毛巾递过去，快擦擦，饭马上就好了。你没伸手接，修长挺拔的身体微弯下腰，把一张放大硬朗英俊的脸凑到自己媳妇面前，喷洒着鼻息的热气说道：“媳妇，你帮我擦吗？”听到你的话，林清雪下意识的看了一眼拎着东西进屋的李甜甜，等她进去后，踮起脚，抬手给你擦着额头上的汗，还不忘嘱咐你，家里有外人，你以后早上起来上厕所别再光着膀子了，穿个大裤衩子了，免得让小姑娘看见害羞。你漆黑炯炯有神的眸子盯着近在咫尺的媳妇，看她擦得那么仔细，还叮嘱这些琐碎小事，心里头暖洋洋的。虽然觉得在自己家还不能光膀子有点别扭，但看着媳妇那一本正经的样，你扬起唇角，在林清雪红润的朱唇上蜻蜓点水亲了一下，爽快的答应了，都听你的。林清雪被你这突如其来的亲昵小动作弄得脸红耳赤，就自己跟他在家也就算了，现在家里还有个未婚的大姑娘，真是没羞没臊的。林清雪涨红着脸冲你说道：“别磨蹭了，快去洗手吃饭。”转身就去了厨房。你看着媳妇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咧嘴笑了起来，英俊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你走到井旁边，打了一桶冷水上来，哗啦哗啦的洗了把脸，出了一身汗，身上黏糊糊的，难受的很。你环顾四周，院子里就你一个人，把小背心一脱，直接把桶里的冷水从头浇了下来，凉快极了。没想到李甜甜刚好从屋里出来，瞧见了这一幕，瞧着光着臂膀的男人背对着自己，露出健硕的身材，肌肉匀称，线条分明，上面还带着几道抓痕。李甜甜看得脸颊发烫，羞得转身又进了屋。就这土坯房，不隔音，黑黢黢，还到处都是灰，李甜甜是一天都住不下了。林清雪听着那哗啦哗啦的水声，端着菜就走了出来，一眼就瞧见你光着膀子，身上湿漉漉的，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顿时心里头就窜起了一股火。他把菜往院子里的石桌上一放，上前就拽着你的胳膊往屋里拉，一边拉还一边埋怨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你要是生病了可咋整？”你任由媳妇拉着进了屋，听着他那埋怨的话，心里头却暖洋洋的，知道他是真心实意的担心自己。进了里屋，林清雪拿起一条孩子盖的小毯子，踮起脚尖，小心翼翼的给你擦拭着脑袋上的水。他专注的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嘴里还不忘数落你。低头，快点，压根没注意到你正笑得一脸不值钱的盯着他看。听到媳妇的话，你赶紧岔开长腿，乖乖的低下脑袋，让媳妇给擦。媳妇，明天换上新衣服呗，我想瞅瞅。你这话一出，林清雪手上的动作微微一顿，也没吭声。她见头发擦得差不多了，就绕到他身后，一寸寸的给你擦拭着后背上的水渍。瞧着他后背上的痕迹，脸没有一烫，自己明明之前都不这样的。想到这些，林清雪的心跳变得乱糟糟的。她把小毯子扔到你怀里说：“前面你自己擦，擦干净后换好裤子出来吃饭。”林清雪撩开布帘出来，正撞见从西屋出来的李甜甜，两人相视一笑，默契的都没说话。3间泥瓦房，巴掌大的地方，东屋说的话西屋听得清清楚楚。李甜甜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浑身不自在。这要是晚上，自己岂不跟架在火上烤似的？你换了条裤子，上身套了件灰衬衫，大步走出来。你坐到媳妇旁边的石墩上，扫了眼石桌，早晨
炒的鸡蛋几乎没动，8块肉1块没少。你皱起眉看着媳妇，你早上没吃饭。林清雪刚拿起筷子，抬头见你黑着脸皱着眉，心猛地一抽，手一抖，筷子吧嗒掉在地上，他瞬间被击垮了。这么快就露出原形了，他还以为这次他能坚持久一点。梦醒的真快，他放下另一根筷子，避开你的视线，深吸一口气，吃了半个馒头跟2块鸡蛋，声音平静，手却死死攥着破旧外衫，浑身发抖。筷子落地的声响让你猛地回神，你察觉到不对，仔细一瞧，林清雪眼眶红透，湿漉漉的，像被雨水打过的杏儿。你心里一紧，顿时慌了，自己就是心疼他不舍得吃，哪想到口气太冲，把他吓着了。你伸手想抱他，却被躲开，你更慌了。1米8几的大个子蹲在媳妇面前，满脸惊慌。媳妇儿，我刚就是有点着急，真没想着凶你。语气一软，林清雪的委屈憋不住了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她刚才真被吓坏了，以为你又变成那个脾气暴戾、会动手打人的恶魔。你心疼的要命，拦腰抱起他，快步进了东屋。李甜甜刚坐到石凳上，一脸茫然，刚才到底咋回事？院子里就剩自己一个人了。屋里，你心疼的看着怀里的人，眼圈哭红了，精巧的鼻头泛着红，心里跟刀绞似的，低头在他眼皮上，你轻声细语道：“媳妇，对不起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就是怕你舍不得吃，一着急才凶了你。我整天在外头忙，也没法时刻盯着你吃饭，一时心急，语气就重了。”林清雪心里渐渐舒坦了些，也觉得自己刚才有点过分，最近被他宠着护着，变得娇气了，话都说开了，她更觉得不好意思。白皙的手指紧紧拽着他胸前的衬衣，眼帘微垂，咬着下唇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这时你毫无征兆的来了句：“媳妇，你这咋了？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林清雪这才注意到自己应该是溢奶了。还没等他回话，你想到最近熬的鲫鱼豆腐汤和鹿肉，又问：“咱女儿最近够吃不够？”林清雪白嫩的脸刷得红了，跟熟透的柿子似的。她从怀里挣脱出来，背对着你：“你先给我出去。”声音轻颤。这些天每天都喝鲫鱼汤，不知是不是真有用。这2天孩子都吃母乳，没再喝奶粉，可即便如此，奶水还是很多。白天胀得疼，昨天晚上还被这个没脸皮的吃了些，今天白天才没那么难受，可竟然还是溢奶了。她涨红着脸，低着头解扣子，压根没注意到你正直勾勾的盯着她的动作，眼巴巴望眼欲穿的看着。林清雪刚褪去外衫，才发现这没脸没皮的男人正盯着自己看，她顿时羞恼：“你做什么？快出去，我要换衣服！”你压根没有要出去的意思，脑袋反而凑近了几分。媳妇，孩子睡了，你这样胀得难受，我来吧。说完，没给林清雪任何反应机会。李甜甜坐在外面石凳上，单手托腮，天都黑了，星星月亮都跑出来了，那夫妻俩还没出来，她不敢贸然进去看，只能等着。过了许久，2人从屋里出来，李甜甜瞧见小嫂子眼尾湿润，双颊绯红，嘴唇红得鲜艳欲滴，是被哄好了吧？林清雪见李甜甜盯着自己，想到刚才的事，脸烫得厉害，坐下来，拿起筷子递给李甜甜：“吃饭吧。”又拿一双筷子递给身边的男人。你落座后，全程没分给李甜甜一个余光。你拿个细面馒头放到媳妇手里，自己拿个粗粮馒头大口啃起来，心里琢磨着抽空去烫水库，弄几条鲫鱼给媳妇补补。林清雪哪知道男人想什么，她担心李甜甜不自在，递了个细面馒头过去：“吃吧，别客气，把这儿当自己家。”李甜甜咬了一小口，心里犯嘀咕：这个家到底是穷还是富？说穷吧，吃细面馒头，菜是炒鸡蛋和肉，这条件成立也不逊色。早晨队长家吃的可是黑窝窝头配腌萝卜。说富吧，住的是3间土坯房，除了今天买的电视机，连件像样家具都没有，自己睡的那张床就是几块木板随便搭的，他铺床时都怕夜里翻身床塌了。哦对，白天听他跟拖拉机师傅说要盖房子，那这老房子岂不是要拆了？到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那他为什么还要留下自己？看得出来，这个大哥眼里除了小嫂子容不下任何人，他明明不喜欢自己住这儿。正胡思乱想，屋里传来孩子哭声，下一秒你起身让林清雪接着吃，自己大步进了屋，打开灯，抱出小床上醒来的女儿。林清雪放下筷子伸手要接，你避开了，你先吃，我还不饿，等会儿再吃。林清雪自然知道他是想让自己先吃才说不饿，从外面回来又忙着清理杂物，怎么可能不饿？但他没戳穿，拿起筷子继续吃。李甜甜垂着眼眸小口啃馒头，余光偷偷打量这夫妻俩的相处模式，不自觉跟家里对比，自己2个哥上工回来几乎不碰孩子，孩子哭闹都是嫂子们先哄，一手抱孩子一手艰难吃饭，可眼前这位大哥抱着孩子在院里来回走动哄着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林清雪快速吃完饭，从男人怀里接过孩子回了屋。他一离开，李甜甜偷偷抬眼看了看对面的年轻男人，只见他大口啃馒头加鸡蛋吃，英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透着冷漠疏离，这跟小嫂子在时完全是2副面孔。李甜甜看得有些瘆得慌，坐立难安，磕磕绊绊地说：“大哥，我吃饱了。”他收拾碗筷端进厨房，利索洗完就回了西屋，没敢再出来。天完全黑了，你独自坐在院里，吃掉剩下的4个粗粮馒头，喝完面汤才算饱。随后你又烧了锅热水，端着水盆回屋。媳妇，你记得擦擦身子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把水盆放支架上，走了出去。林清雪关上门，脱了衣服用热水洗澡，洗完刚穿好衣服，隐约听到房后有动静，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下一秒，外面传来男人声音：“好妹妹，你是不是在洗澡？”林清雪浑身汗毛直立，大声尖叫。屋外的你刚提上裤腰带，听到尖叫迅速走出来，迎面接住扑进怀里的人，紧紧搂着垂眸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林清雪双臂紧搂他的腰，身子站立。房后刚才有人。你抬起漆黑的眸子朝院墙外看去，果然看到一个人头匆匆跑远，刹那间深邃的眸子染上渗人的愠怒。你收回视线，看着怀里只穿贴身衣物的人，拦腰抱起放到床上，从卧室出来，冲站在西屋门口的李甜甜交代：“你帮我看着他，我出去一趟。”你没再多说，迈着大长腿走出院子，修长挺拔的
身影消失在黑夜中。村东头二赖子家里，隔壁邻居听着二赖子凄惨的哀叫，还有拳头打在身上的闷响，听得心肝打颤。他们都知道你是个魂不吝，骨子里是个狠人，不清楚二赖子怎么招惹到你。听着动静，你是下了狠手，真怕人被活活打死。四哥，我错了，我是去看知青李甜甜的，但我真的啥也没看见。听见二赖子求饶，你直接把他下巴卸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不是馋肉了，去吃肉吗？四哥，我错了。二赖子连爬起来跪下的力气都没了，真怕被你打死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你真想废了他。可想想林清雪和女儿，下手没那么狠了。林清雪躺在床上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院里哗啦啦的水声，才知道你回来了，在洗冷水澡。过了10几分钟，听到开门关门声，黑暗中你以为他睡着了，放轻脚步进屋，正想摸黑上床，床上传来声音，你回来了。林清雪伸手拉开灯，屋内亮了，你停下动作，见床上的人单手撑着脑袋，乌黑秀发散落在雪白肩颈，你眸光沉了沉，迈腿上床，抬手关掉灯。黑暗中，你揽住他没一丝赘肉的腰，拍着他的背，没事啦，媳妇，睡吧。你没回来前他不敢睡，怕你下手没轻重把人打死，又怕村里人说闲话，他吓坏了，像小猫一样缩在你怀里，脸颊贴着他结实炽热的胸膛，听着强而有力的心跳，慢慢止住呜咽。他不敢大声哭，怕吵醒女儿。看着这样的媳妇，你只觉得自己打轻了。本以为以自己的恶名，村里小混混不敢，没想到还有人敢动歪心思。不过今天之后，那些动了心思的人该消停了。看着男人脸上带着疲倦，想着他这段时间早出晚归，挖石斛售卖，把钱拿给自己，保护自己，哄自己，他是真的改了。黑暗中，林清雪哭累了，迷迷糊糊睡着，你听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声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次日，林清雪在睡梦中被屋外的说话声吵醒。院子里，赵大嫂把烧好的水加了一大把白糖，给干活的人挨个倒水。这年头糖是稀罕物，平时谁家也不舍得买。曹凤杰喝了一碗糖水，凑到赵大嫂跟前，小声问：“大嫂，昨天怎么好像听见你家弟媳妇在家嚷嚷？”赵大嫂放下水壶，瞧着一脸八卦的曹凤杰：“哟，你家离小厮家2里地呢，你都听见了？咋的？你晚上闲着没事干，蹲人家小两口窗户底下听墙角呢？”曹凤杰笑了笑，没应声。想到昨天夜里听说你把东头的二赖子打得半死不活，还断了一条腿，赶巧着城里媳妇不消停，估摸着应该是这个媳妇背着你偷人了。他压不住想跟人说道。赵大嫂懒得搭理他，拎着水壶给其他人倒水，来到你身旁，给你使了个眼色，小声说：“你去看看清雪，以往这个时候她早就醒了，可别给吓生病了。”正在搬砖的你停下手上的活，早上起来时她确实还在睡，眼下都10点了。你撩开帘子进了卧室，在你开门进来时，林清雪就醒了。你下意识将人揽入怀中，侧脸对怀里人说：“醒了就先把衣服换好，一会儿我把饭端进来给你吃。”嗓音带着几分暗哑，窗帘还拉着，外面吵得厉害。林清雪忍不住问：“院子里搞什么？那么吵？”你笑着回：“在翻修院墙，乱糟糟的。媳妇儿，你先别出来，外面还有事要忙。那你还不放开我？”你不紧不松，反而搂紧了，冲他说：“你亲我一下，我就放开，别闹了，快放开，外面都是人，我哪里闹了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让你亲我一下你都不愿意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”语气带着几分委屈的凶悍。林清雪本想解释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凑上前在他脸颊轻轻点了下：“好了，快放开我。”被他亲了一下的你，漂亮的眸子闪过亮色，开心的捧着他的小脸亲了上去。“我在屋里待着也无聊，我想出去帮忙。”你想也没想，一口回绝：“无聊的话，一会儿让大嫂进来陪你说说话。”林清雪知道出去帮忙无望，见你迈步开门出去，无聊的回了卧室，逗女儿去了。因帮忙的人多，院墙当天下午4点多就砌好了，2米高的院墙上面铺满了玻璃碴子，一般人没有梯子辅助，想翻2米高的墙都困难，更何况墙上还铺着玻璃碴子。盖房子先盖院墙的，这也是头一份。你家房后，曹凤杰咯咯笑了笑：“昨晚我出来上厕所，瞧见二赖子从林清雪屋里头偷偷摸摸出来，怕是俩人都那个啥了。”张红霞惊呼：“不会吧？要是真的，林清雪也太不要脸了。”妯娌二人嘀嘀咕咕挤眉弄眼，瞧林清雪的眼神露出轻浮之色。这一幕被一直盯着他俩的你看见了，话也是一字不漏收进耳底。这俩娘们真是欠削，自己舅舅这俩儿媳妇居然是这种玩意儿，说什么来帮忙的，明明是来混糖水喝的。你可瞧见了，曹凤杰还带了个茶缸子，裤兜子也鼓鼓囊囊的，看来没少装给帮忙人吃的小零食。你琢磨怎么收拾曹凤杰和张红霞，必须一次性收拾到位，省得麻烦。吃过晚饭，你晃晃悠悠去了舅舅王大山家。王大山和2个儿子没分家，都住在一起。你过去时，王家正吃饭呢，见你来了，大家都挺意外。振国，吃饭了吗？舅舅王大山问。镜子刘淑琴往嘴里扒了一口饭，见你朝自己这边走来，也没多想，一步步来到曹凤杰身边，你一把薅住了他头发。你这举动把现场人惊住了，伴随着曹凤杰惊呼，一个个才反应过来。王和腾的站起来：“振国，你发什么疯？”你冷冷一笑：“我发什么疯？你问问你媳妇。”曹凤杰怎么都没预料到消息这么快就传到你耳朵里，他这么快就来了。你数落起曹凤杰的不是。刘淑琴跟王大山听完脸都黑了，这娶回来的哪是儿媳妇啊，这是灾星。平日里就怕自家儿子跟着这个振国不学好，千叮咛万嘱咐少来往，这女人还敢上杆子编排人家。曹凤杰暗骂你不是玩意儿，但嘴上又不知怎么解释。张红霞站了起来：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”振国，你先松手。曹凤杰好歹是你表嫂，你看着一丘之貉。张红霞，你特么也不是啥好东西，给我坐下。张红霞有些尴尬，看看自己男人。王勇不声不响，明显不想趟这浑水。你抬手一巴掌打在曹凤杰脸上：“我让你瞎逼逼，我打不烂你的嘴。”曹凤杰被打懵了，完全没想到他竟然敢。王家老小也没人阻拦，你抽了曹凤杰6个耳光才罢手，一把松开他。曹凤杰眼冒金星，站都站不稳了，踉踉跄跄
向扑在王和身上，被自己男人狠狠推开。王大山悠悠来了一句：“你就是找打，活该。”刘淑琴瞪曹凤杰，赌心的厉害。曹凤杰，你缺心眼怎么地？还是看不得郑国两口子好？这种话你都敢瞎说，明显在挑拨离间。被打都没人心疼他。我没说那些话，除了死不承认。曹凤杰已无路可走。你没说那些话，你敢发誓吗？你要是撒谎，就死全家，让你爸妈都不得好死，让你儿女都不得好死。曹凤杰太嫩了，哪里是老奸巨猾的你的对手？两句把曹凤杰的嘴堵死了，他心虚了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家都看明白了。你目光看向所有人，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，要是让我听见谁在村里传闲话，挑拨我们两口子关系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到时候打死打残我概不负责。话音落下，你又狠狠给了曹凤杰两脚。王和看看上前，对着自己媳妇又是一番拳打脚踢。曹凤杰脸都肿了，被王和打得连连求饶，依旧没人敢上前拉架。你没走，显然是没消气呢。谁拉架谁倒霉。好一会儿，刘淑琴叹口气，差不多得了，打伤了还得花钱治病。王和扬起的手一巴掌落在曹凤杰脸上，这一下打得他嘴角都流血了。你哼了哼，我让你嘴贱，再犯贱，下次我就把你嘴缝上。扔下这句话，你扬长而去。屋内除了曹凤杰哭泣声，再无第二种声音。你收拾过曹凤杰，身心愉悦，乐呵呵回家找媳妇去了。见他走了，王大山给刘淑琴递了个眼神，让他带着俩儿媳妇去厨房收拾。堂屋中央，闻声抽烟的王大山用烟袋锅子敲了敲桌子。王和、王勇，你们俩管好你们的媳妇儿，如果村里有小四家的闲话，我也保不了你们。小四我们惹不起，最近听说是学好了，但是我瞧着反而是更混了。王和、王勇两兄弟低着头，不敢吭声。吱嘎一声，陈旧的木门被推开，曹凤杰急忙闭上了眼睛，都没想好自己要怎么办。结婚几个月了，自己肚子还没动静，公公婆婆还有丈夫刚才看着自己挨打都不出手，这都是什么人？王和进来也没说话，坐在炕沿边上沉思，心中很乱，很不平静。自己这个表弟很不简单，爹的意思是不要招惹他，可自己这个媳妇怪漂亮的，让他完全放手送回娘家，他也舍不得。四目相对，谁也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曹凤杰爬了起来，我错了。王和有些意外，就没想到他会有认错的一天。曹凤杰见他不说话，以后我安分守己跟你过日子，保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王和盯着他看了几眼，扭头走了。曹凤杰扭头看看他后背，抿嘴有些不知所措，要不自己主动点，今天这顿打绝对不能白挨了。翌日清晨，林清雪将醒发好的面分成5个小剂子，放进锅里烙至两面金黄，正打算掐小块尝尝味道，却被从背后环上来的拥抱吓了一跳。你个头很高，弯着身子才能将他整个抱在怀里，下颌顶在他颈窝上。林清雪瑟缩了一下，闻见熟悉的味道才放下心来。她迷迷糊糊转过头，发现他盯着自己手中的吃食，淡然一笑，将面饼喂进他嘴里。味道咋样？好吃。你的笑真挚而自然。媳妇儿，其实不用起这么早为我做饭，你哄着孩子多睡会儿。你要去打猎，山里冷，早晨吃点热的好。前些日子看你早晨随便带点干粮就出门，林清雪自然想为你做点什么。我出门了，你吃过早饭，穿好大靴子，挑着箩筐朝山上走去。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顺利找到那株石斛，掏出工具忙活起来。临到中午，石斛全采完了，眼看时间还早，你没立即下山，在周围寻找枯木碰碰运气，果然发现大火。你迈着大步走过去，那是蘑菇？不对，哪有那么红艳艳的干瘪蘑菇？那是4个形状大小不一的灵芝。今天这趟山来的值了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这深山遍地是宝。放下箩筐，折了些带叶子的草铺好，用锋利的刀刃将灵芝割下放进去，上面又铺了厚厚一层草。正准备离开，眼角余光捕捉到栗树旁一个不起眼的小洞，洞口周围散落着细碎泥土和脚印，那是獾留下的痕迹。这好像是个獾洞，獾肉鲜美，可以给媳妇补身子。獾油是珍贵药材，不过獾机敏狡猾，直接捕捉绝非易事。你决定用烟熏法试试运气，翻找空间，找到一小捧干辣椒，小心翼翼地将干辣椒和干柴塞进洞口，火光跳跃，浓烟滚滚升起，带着刺鼻气味向獾洞内弥漫。你推到一旁耐心等待，獾感受到烟雾异味，会本能地寻找出口逃离，而你已在洞口布置好布网，只待獾自投罗网。你有赌的成分，獾善于挖掘，洞穴设计精巧，往往有多个出口。他记得动物世界说过，有的獾洞甚至超过130个出口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山林寂静，偶尔传来鸟鸣。你紧盯着洞口，手心微微出汗，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没动静，刚想放弃了，准备用湿树枝把火扑灭，洞口有动静了，一只毛茸茸的獾头探出来，眼睛在烟雾中闪烁着惊恐，紧接着整个身子钻出洞口，惊慌失措地冲向捕网。你眼疾手快，迅速拉动网绳，将獾稳稳困在网中。这只獾目测大概20斤左右，1/6的洞口概率能抓到这么一只，你已非常满意。从空间取水，确保火完全熄灭后，你才掉头下山。而这时家里一些村民知道你买了电视机，好奇的纷纷上门，想看看城里人说的电视机长什么样。一天下来，你家热闹非凡，人流来一波走一波。期间有些村民看到赵振兴让人送来一堆建筑材料，询问得知你要建房子后，纷纷露出惊讶表情，说什么的都有，都觉得你这房子盖不起来，觉得你没那么多钱，更背后偷偷议论你不会过日子，花那么多钱买个铁盒子没啥用，浪费钱还浪费电。林清雪光应付来看电视的村民就累得够呛，她觉得今天家里比结婚时都热闹，刚准备坐下休息，就看到你挑着箩筐回来了，眼里顿时有了光，抱着孩子迎过去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说话间看到你竹篓里塞着草叶子，这几次下来，光看他竹篓里装的草，就猜到里面有东西，多少有些纳闷，他运气怎么会这么好？也石斛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他次次上山回来都能带回来。林清雪穿着崭新红毛衣，衬托的皮肤更加细致白嫩，一
一度让他看晃了眼。到他跟前后，你弯腰低头想朝他脸颊亲去，被他涨红着脸躲开。林清雪觉这人没个正形，大白天动不动就要亲自己。甜甜跟大嫂都在呢，你这才注意到屋内还有几个村民，疑惑地看向媳妇。林清雪看出你的疑问，开口解释，乡亲们都想看看电视机长啥样，好在大嫂过来了，帮着应付。你点点头，想接过他怀里的孩子，低头看到自己衣服有些脏，就把箩筐拎进厨房，冲着跟进来的媳妇弯腰在他耳侧小声嘱咐了几句。林清雪看了下箩筐，点头应知道了。虽然不知道他弄了多少东西回来，竟然明天一早还要去城里，但也没多过问。家里还有那么多外人呢，他居然都敢凑这么近。近在咫尺的这家伙，最近变化太大了。察觉到媳妇在偷偷打量自己，你笑得嘴咧到耳朵根，吧唧吧唧在媳妇巴掌大的脸颊各亲一口。媳妇，今天好好吃饭没有？人说着话，手也不老实，在他腰上抹撒着，咋能这么细？估计连1尺6都没有。媳妇，我不在家监督你，你也要好好吃饭。太瘦了，被你卡住腰，抱着孩子的林清雪嗔怪地瞪着你。刚想说他不分场合胡闹，就听到大嫂在外面喊：“既然老四回来了，青青，那我就回去了。老赵下地快回来了。”说着就往外走。林清雪赶紧叫住大嫂：“嫂子，等一下，把闺女交给你。”自己出了厨房进东屋，拎着一袋冰糖出来，塞到大嫂手里。她生怕这期间你发话不让她送。冰糖是稀罕东西，她舍不得吃，但要不是大嫂帮衬，娘俩之前的日子还要更难。大嫂今天听说有很多村民来看热闹，连花也不放了。要不是大嫂来了，这么多人自己哪能招呼过来？以前家里穷，总占大嫂便宜，现在宽裕了，也想报答下大嫂，哪怕是妯娌，也不能总占人家便宜。大嫂，这是郑国买的，你拿回去给娃娃他们吃。大嫂看着手里那小半斤冰糖傻眼，赶紧把东西推过来。不行，你留着给妞妞吃啊，糖水是招待尊贵客人的，一般人家哪喝得起这个？谁家新媳妇回门要是能带这东西，那娘家人面上可太有光了。俩人抢夺了好几个来回，眼瞅着袋子都要破了，大嫂才不好意思的接过冰糖，转身回家。林清雪怕自己擅作主张，你会怪罪，搓着衣角结结巴巴解释：“郑国，多亏了咱嫂子来帮忙，那会儿人太多了，把我忙得晕头转向，差点就忘了要吃饭。我把冰糖给嫂子，你别生气，也千万别犯浑，再去要回来。”看着媳妇战战兢兢的小模样，你感觉有一只手攥着自己的心脏，心都要碎了。媳妇还是信不过自己，总怕哪句话说不对了，自己打在骂他，自己还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你不说话，林清雪更惶恐了，像做错了事一般低着头嘟囔：“郑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别生气。”你一手揽着闺女，另一只手把媳妇也揽进怀里。有些话你需要跟媳妇讲透，误会这东西千万不能隔夜，否则会越积越多，两口子过日子最忌讳不好好说话，不沟通就全完了。你拍着媳妇的背，下巴蹭着她的头发，用非常温和的语气说：“媳妇啊，我都说了，咱家你当家做主，钱你管着，想干啥就干啥，你说了算。1包糖而已，你想吃咱们明天再买，你不用那么在意我的态度。对于你的任何决定，我都无条件支持。”初听这话，林清雪还以为你在跟自己赌气，可你说了一遍又一遍，不似作为。林清雪这才敢信，天知道她刚才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这人翻脸。看媳妇呼吸慢慢平稳，你才放下心来。看来以后每天晚上都要跟媳妇谈谈心，想带媳妇去城里散散心，但知道媳妇肯定不乐意，怕进城一扭脸自己就把闺女给卖了。可你觉得这会儿带媳妇出去散散心比较好？媳妇，要不要跟我去山脚下溜溜？我打支鹌鹑给你打牙祭。林清雪有点想去，也不是嘴馋想吃鹌鹑，就是最近这人也不让自己下地挣工分了，让自己在家调理身体，带好娃就行。她生完娃第2天就下地干活了，那时候她不心疼自己，现在反倒心疼上了。也不知道她给了王栓柱啥好处，家里俩劳力都不下地，王栓柱也不来催。看媳妇明显动了心思，却还在犹豫，目光在院子里那些人身上游移不定，知道媳妇是担心他们出去了，家里的东西不安全。你哈哈一笑，没事，你等一下。说完抱着孩子出了厨房，也不知道他咋跟人家说的，堂屋的人全出来了，你连李甜甜也赶了出来。李甜甜其实挺想跟着这一家3口去山脚下看看，听说山上有老虎，他们这群知青都不敢靠近，可瞅着人家并不欢迎自己，只能在村里瞎转悠。路上你发现媳妇时不时瞅自己，欲言又止，停下脚步，满脸期待地看着他。林清雪鼓足勇气说：“郑国，明天我能不能回娘家一趟？结婚这么久，身边的男人总算有了人样，知道挣钱贴补家用，照顾妻女了。”林清雪想回趟娘家，安安母亲的心，让她不用再发愁自己嫁得不好了。你以为媳妇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建设，有多大的事要说？结果就这，你单手抱着女儿，那只手牵着媳妇。明天我跟你一起回娘家，你在家等着我。算起来，你可没少从丈母娘那里搞钱。明天进城把手上的石斛、何首乌还有一些鹿肉卖了，应该够还钱了。再顺便给丈母娘买点礼物。林清雪压根都想不到这人居然会这么说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她忍不住点点头笑了。没过多久，你带她来到一片生长着野鸭的湖泊前，停下脚步，就到这里了。这湖早年间淹过10几个调皮捣蛋的皮孩子，村里都传里头藏着水猴子，邪乎的很，所以一般人都绕着走，轻易不敢靠近。你才不信这个邪！脱了衬衫垫在草上面，让媳妇抱着孩子坐在上面等，还不忘撒上雄黄粉和艾草粉驱虫。林清雪扒开面前的杂草，望着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周围树林的湖泊，眼睛一亮，草丛里传来嘎嘎的野鸭叫声。林清雪忍不住兴奋地问：“你上次的野鸭就是在这里打的？”你点头回应：“那应该有野鸭蛋，这个季节正是它们下蛋的时候。”他一边拨开比人还高的野草，一边朝野鸭叫的地方走去。还没走近，草丛里的野鸭就察觉动静，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林清雪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：“哎呀，野鸭都跑了，你本就是带它散心，无所谓的。没事，你歇着，我去找找。”你把人赶回去，自己走进草丛细细翻找，果然找到不少野鸭用干草
草和绒羽搭的巢穴，里面躺着灰绿色的野鸭蛋，有不少呢。你捡了几个折返回来给他看。两手空空出门，这会儿林清雪看着野鸭蛋犯愁，怎么带回去？4只手撑死也带不走10几个，还有好多带不走。对于节俭惯了的他来说，太可惜了。林清雪踮脚扫视湖泊周围，见长着不少金条树，忙把女儿递给你，你帮我抱着女儿，我有办法。他拿出小刀去割金条，你看明白他的意图后，把女儿放树杈上，也拿出刀帮忙割。媳妇儿，我自己割就行，你手生会伤到自己。抱着女儿等着，你动作极快，不一会儿弄了一堆金条，寻了平整地方剔掉绿叶后，林清雪开始平铺金条编起来，你只能站在一旁看着，一点忙帮不上。林清雪不一会儿编出篮子底，突然像想到什么，抬头看天色问你饿不饿，你摇头表示不饿。林清雪摸摸肚子，不好意思，可是我有点饿了。你赶紧道，我去打猎，给你烤鸟吃。不用。林清雪从布包里拿出2个馒头，我带了馒头，热热就能吃，你也吃点。你瞥了眼布包，迟缓的点头。林清雪笑得眉眼弯弯，在湖边割干草生小火堆，把馒头放火上加热，让你看火后，又去一旁编篮子，一刻也不得闲。他速度很快，烤馒头的香味刚迸发，篮子就编好了。他凑到你面前显摆，你看好不好看？太好看了，媳妇的手真巧。你抬头看了一眼，把烤馒头拿下来递给他，吃吧。林清雪放下篮子，用湖水洗手，两人坐在湖边枯树上，就着山风和秋阳，一口口吃烤馒头。你吃完后起身，拾起篮子，独自进草丛捡野鸭蛋。这山林常年无人造访，野鸭少了许多天敌，繁殖的很好。就林清雪吃饭这会儿功夫，你就捡了1篮子，看样子还能再捡2篮子。林清雪得了1篮子，也不贪多，有这些就够了。你在这里等一等，我往深处去，看能不能打到别的猎物。你一头扎进丛林，林清雪抱着孩子，目光盯着远处树丛里的男人，时不时见他冒出脑袋，趴在地上小心移动。他在草丛匍匐时，他的心也跟着提起，这么深的草会不会有蛇？万一他被蛇咬了怎么办？越想越后悔，等待变得漫长，人也焦虑起来。在他冒头时，他冲树丛里焦急喊，你快上来，我不吃鹌鹑了，距离太远。你压根没听见，又一头扎入树丛。林清雪更加坐立不安，抱着孩子弯腰捡起地上的衬衣拽在手里，站在山脚下紧紧盯着远处。鹰带着媳妇且只在山脚下，你没用猎枪，而是用弹弓，这不是寻常货色。骨架由钢筋茶烧热弯曲而成，经过无数次打磨调试，弓弦用上等牛皮筋特制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你眼神锐利如鹰，紧盯着天空搜寻目标。终于在夕阳最后一抹余晖中，一只大雁缓缓飞入视线，扇着翅膀似乎正急着归巢。就你了。你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心神，缓缓举起弹弓，弹弓射程有限，大雁飞得很高，但你自有办法。起手一个3连射，第1颗石头飞向空中，第2颗紧随其后撞上第1颗，第3颗立刻撞上前2颗，带着破空之声直追那即将消失在天际的身影。最终第1颗石头在后2颗冲击下精准击中大雁翅膀，大雁身体猛地一颤，失去平衡，在空中盘旋后无力坠落。你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激动与自豪。他紧握弹弓，目光跟随着大雁下落，直到它稳稳落在不远处草地上。等你拎着大雁往下走时，瞧见媳妇抱着孩子匆匆往山上走。看到这里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山路非常滑，你连忙开口制止，危险，别往上走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林清雪连忙止步，声音带着轻颤冲你喊，你快下来，我不吃鹌鹑了，再也不吃了，你赶紧下来。说到后面眼眶都红了。他守在草丛里，看着山上许久没动静，天知道那一刻他有多害怕，怕这人山里有个意外，自己可怎么办？压根不敢想象。你也察觉到媳妇不对劲，哪里还有心情打猎，连忙应声，我这就出来，你站在那里别动。说着赶紧下到山脚，你拎着大雁阔步来到媳妇面前，盯着她通红的眼眶问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冷？走，咱们回家。林清雪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抱着孩子走在前面，不安害怕的心久久无法平复。你压根没搞明白，媳妇咋突然就不高兴了？出门时还好好的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人就变了脸。你好几次想开口搭话，想把外衫和裤子要回来，可瞅见媳妇拉着脸抱着孩子，连正眼都不瞧自己一下，没法子，你只能光着上半身，穿着大裤衩，手里拎着大雁和1篮子鸭蛋，跟在媳妇后头。路过李老汉家门口，李老汉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瞅见赵老四媳妇抱着孩子走前头，手里还拽着老四的衣服。再看老四1米8几的大个子跟在媳妇后头，低眉顺眼的，蔫的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以前咋就没发现？外头横得跟螃蟹似的赵老四，在媳妇面前竟然这么怂。小夫妻俩走到跟前，李老汉忍不住打趣，哟，老四这是咋了？被媳妇训了？你伸长脖子瞅了一眼媳妇，没见着他脸色，就瞅见白皙脖梗露了一截，赶紧收回视线，冲着李老汉笑了笑，愣是一句话没敢说。两人一前一后回了家门口，你把手上的大雁往地上一撂，抢先走上前去开院门。门一开，你懂事的站到一旁，等媳妇进去后，才弯腰捡起大雁，跟着进屋。林清雪差点被你那逗趣的样逗笑了，好不容易憋住，抱着孩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坐下来，这时才发觉手里还拎着他的衬衣呢，他就光着膀子穿着条裤子，一路就这么跟回来了。猛然想起刚才李老汉调侃他的话，自己咋就跟他闹起别扭了，连衣服都忘了给他，偷偷瞟了那人一眼，见他也没恼，正默不作声的打水，便起身冲你说，可别用那冷水洗，我给你烧点热乎水去。说着单手搂着女儿，费劲的开门，想把女儿放到屋里小床上。你一听媳妇主动搭话，立马来了精神头，你扭过头来，瞧见媳妇正搂着女儿费劲捣鼓锁头，赶忙放下水盆，几步凑上来，走到媳妇身后，接过钥匙往锁眼里一插，麻利打开
开门锁。你低头瞅着怀里搂着的媳妇，心里美滋滋。你瞅着闺女，我冲个凉就给你做饭去。林清雪没吭声，门一开就抱着娃进屋，把睡着的女儿往小床上一放，给她掖好小被子，撩开帘子走出来，瞅见那人光着脊梁，正用冷水哗啦哗啦往身上冲，看得他是一点脾气也没了，心想冻死他拉倒。走过去拿起凳子上他的衬衣，就那么坐着，等他洗完进了屋。林清雪拿着他的衣裳走到井边，提桶打水，开始搓洗衣服裤子，一边洗一边琢磨，明儿个进城的时候要不要带着闺女先去镇上，给她挑2件厚实点的衣裳。这都入秋了，天气一天天凉下来，他还整天穿那件薄衬衫，天不亮就往山里跑。清晨的山里露水重，温度低，他咋就不知道冷呢？每天回来裤子上都是泥点子，衬衣上也沾满泥，估摸着是趴在地上扒拉药才弄的。你简单冲了冲，高大健硕的身上湿漉漉的，带着寒气，迈着大步弯腰进屋。你拿起媳妇用的毛巾，在身上胡乱擦着水渍，换套干净衣服再出来，瞅见自己今天穿的衣服已经被洗好了，心里头暖洋洋的。有人给洗衣服的感觉可真是好啊，有媳妇的感觉可真好。你将刚抓的大雁开膛破肚，处理内脏，决定一半炒一半炖汤给媳妇喝。李甜甜回来时，正巧看见你在处理一只鸟，小嫂子在晾晒大哥的衣服裤子，这一幕再次刷新了他对你的认识。林清雪刚割下饭碗，东头的张婶子就风风火火来了。他家闺女眼瞅着要出嫁，得找个识字的瞅瞅李丹这种文绉绉的东西，这不想起林清雪来了，赶忙过来喊她去帮忙。李甜甜不想自个儿跟一个大老爷们单独待一块儿，免得村里人嚼舌根，也就跟着一起过去搭把手。吃完饭，你开始着手炮制欢油，这是一种珍贵药材，具有很好的滋润修复皮肤功效，对治疗烫伤、冻伤有显著效果。你瞅着外面黑灯瞎火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便锁了门，怀里搂着娃，穿过大半个村子来到张婶子家。林清雪一见她抱着孩子过来，还以为出了啥岔子，赶忙放下手头的活计。她走到你跟前，低头瞅了一眼你怀里的娃，问：咋了这是？你看着媳妇笑了笑，没事，过来看看。说着找个小板凳一屁股坐下。张婶子心眼多，瞧出点门道来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冲着林清雪说：你家老四啊，这是怕你走夜路害怕，不放心你，专门来接你呢。林清雪听了张婶子的话，瞅了一眼坐在凳子上的男人，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张婶子就爱拿人打趣，这话哪能当真？再说就算她知道自己怕黑，甜甜不是也跟着一起来了吗？她犯不着大老远跑这一趟。想到这儿，林清雪冲着坐在凳子上的男人说：你先坐着歇会儿，我马上就弄好了。说完又回到桌前低头忙活。你应了一声，说话间眼珠子就跟长在媳妇身上似的，直勾勾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这时候张铁军啃着窝窝头，拉了把凳子在你身边坐下。四哥，我觉得嫂子真是挺不错的，比慧姐还漂亮，有学问又有涵养。听到张铁军的话，你愣了一下神，好半晌才回过味来，想起张慧慧是哪个，你纳了闷了，这铁军咋突然提起她来了？张铁军见你不吭声，还以为四哥心里头还惦记着张慧慧，这下他可急了。要是那样，那嫂子可真是太冤了。嫂子对振国哥那是一片真心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还死心塌地跟着他过日子，这情分多深啊！想到这里，张铁军开口劝道：四哥，你也别甭惦记着他了，好好跟我嫂子过日子吧。我听说慧姐在城里处了个对象，好像在国营饭店后厨干活，现在她每次回来，眼睛都长到头顶上了，连正眼都不瞧人一下，语气里满是不满。张铁军打心眼里瞧不上张慧慧，觉得她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傲得不行，说话时都拿鼻孔瞧人。要说相貌，张慧慧哪里比得上四哥现在的媳妇？张铁军做梦都盼着自己也能有四哥那样的好福气，娶个肤白貌美的媳妇。瞧瞧四嫂那身段，哪里像是生过娃的样子，嫩得跟刚掐下来的黄瓜似的，水灵灵的，真是让人瞅一眼就心痒痒。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嚼舌根，说自己看上张慧慧那号人了？她那种货色，给老子提鞋都不配。不管是前世还是这辈子，老子啥时候正眼瞧过她？这没影的事，咋就传得满村风雨了？要是这话让媳妇听去了，那还不误会大了？你刚才一直瞅着媳妇，见她从头到尾都没瞅自己一眼，心里头更不是滋味了。这么近的距离，她不可能没听见。难道媳妇真的不在乎自己了？想到这里，你心里头堵得慌，冲着张铁军也没了好脸。我什么时候惦记她了？你哪只眼瞅见我惦记她了？张铁军见你这架势，吓得跟孙子似的，赶紧陪着笑脸。四哥，我就那么随口一说，你咋还急眼了呢？打心底里还是非常出你的，你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流氓，狗看了你都得夹着尾巴绕道走。要不是救了嫂子，你哪里娶得上嫂子这样的好女人？你瞅着她那副龟孙样，明摆着不信，也懒得跟她多费口舌，没好气的吼：滚你的蛋！张铁军拎着凳子麻溜的跑了。他俩的对话一字不漏的让林清雪听了个全，他紧攥着笔，手骨节都泛白了。难怪他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原来是心里头藏着的那个人有新欢了，这才打算好好跟自己过日子，堵住他的嘴。林清雪心里头涌起一股悲凉，难受的要命。回家的路上，你怀里抱着孩子，也不管旁边还跟着个电灯泡李甜甜，眼巴巴的跟在媳妇后头解释：媳妇，你可别听张铁军那臭嘴瞎咧咧，我跟那个张慧慧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老子才瞧不上他那种货色，我心里头就装着你一个人。语气诚恳，就差没指天画地发毒誓了。李甜甜跟在后头几步远，耳朵竖得跟天线似的，好奇的听着这出好戏。他瞅着你那高大的身子，走在小嫂子旁边，腰板弯得跟虾似的，这是得多怕嫂子误会他。这算不算夫纲不正妻管严？你见媳妇还是不搭理自己，心里头七上八下的，拿捏不准他到底是啥意思，只能耷拉着脑袋默默跟着他回了家。到家后，你把睡着的孩子轻轻放在小
小床上，盖好被子，然后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，蔫蔫的去了厨房烧水。高大的身体蹲在灶台的火炉口，手里拿着棍子戳着火堆暗骂：要是让老子知道是哪个嘴臭的在背后造谣生事，非打得他亲妈都不认识他不可。闲着没事干说啥闲话，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这会儿林清雪正坐在东屋的凳子上，一针一线的给女儿缝制冬天穿的棉袄。没多大会儿功夫，你就端着冒着热气的水盆，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。你弯下腰，把水盆轻轻放在媳妇脚边上，然后蹲下身子，大手就握住了那纤细的脚踝，另一只手做事要脱她的鞋子。这一举动让林清雪停下了手里的针线活，她抬眼看向蹲在面前的男人，问：你干啥呢？说着就想抽回脚踝，可他手上的力气大得很，他压根挣脱不开。粗粝热燥的掌心摩擦着脚踝上的皮肤，弄得有些痒痒的。以前还能摸透他脾性，现在反而有些捉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了。低着头的你没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将媳妇脚上的布鞋脱了下来，闷声道：媳妇，你累了一天了，给你泡泡脚，缓解一下疲劳。见挣脱不开，林清雪索性放弃了挣扎，眼眸微垂，静静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任他脱掉脚上的鞋子，在双脚被按入适中温度的热水盆后，心里也热乎起来。这些天你的变化太大了，尤其是现在，你竟然还会主动帮自己洗脚。若是放在以前，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，竟然真的发生了。自己怀孕挺着大肚子那么不方便的时候，也没见他这样，心里也滋生出了贪念，沉溺在他带给自己的这些温柔呵护。想到这些，他冲着蹲在面前给自己洗脚的男人说：正果，我没生你气，只要你以后不再鬼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白皙的手指插入你短发中，柔软的指腹轻轻摩挲着。听到他的话，你并没吱声，默默地搓着媳妇一双白嫩的双脚，洗得差不多，感觉水温不怎么热了后，将她双脚拿出来，放在自己大腿上，将湿漉漉的脚塞入衣服下，随后伸手拿下搭在肩膀上的毛巾，掏出塞在衣服里的脚，把上面的水渍擦干，随后弯腰把椅子上的人拦腰抱起，迈步放到床上。很晚了，别忙了，小心眼睛。说着自己也跟着迈腿上了床。媳妇，我知道之前是我混蛋，对你做了不少错事，我也不祈求你立马原谅我，但你得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的这番话使得林清雪僵硬的身体渐渐放松了下来，鼻息间尽是你身上那股热乎乎的气息，混着清清爽爽的荷尔蒙，让林清雪心里头暖洋洋的。过了许久，轻不可闻的应了声：知道了。声音小得微不可察，但你听见了。清晨一大早，天不亮你就起身出发去了镇上，赶上了最早一班车去城里。这回你没往上次那家药房去卖石斛、鹿茸等这些宝贝，太过频繁去同一家药房售卖，怕被有心人盯上，而是选择去了另外一家。药房负责人在看到你要卖的东西后，可以确定你就是最近出手过大货的年轻人，笑脸相迎的把人领进去了一个单间，仔细瞧了一番你带来的东西，没什么问题。虽然不知道你怎么会频频有货源，但听说过你，所以并没有压价。你也没想到这事这么顺当，数了数手里头那厚厚一沓的大团结，确认金额无误后，往兜里空间里一揣，就去了国营商场。进去准备给丈母娘挑选一些补品，却意外碰见了上辈子人生中的一个大贵人王书记。只是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县城，看着还非常年轻，风华正茂的他，勾起了上辈子的一些往事。用不了10年，这人就会进入 S 市，被提拔做了一把手。你本想上去打招呼，可这一世两人还没见过面，彼此都不认识，贸然上去打招呼显得很奇怪。想了想，还是算了。如果有缘分，跟他在 S 市还会再见的。毕竟往后发展，自己还会选择 S 市，那里是你上辈子生活了几十年的地界。你挑好东西，拎着准备离开时，听到王书记那边闹哄哄的，周围也围了一圈人在看热闹。你顿住脚步，调转方向，朝着那边走了过去。柜台的女服务员拽着穿黄褂子的王新军袖子，大声嚷嚷着：嘿，我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讲究，弄坏了东西照价赔偿，不赔就想走。王新军刚才转身的时候，衣服勾到了柜台，里面一块梅花手表摔在地上，坏了。他是个读书人，看着柜台服务员如此蛮横的架势，涨红着脸解释：这位女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想跑，我身上的钱不够，车就在外面，我出去拿了钱给你送过来，这是我工作证件，先压在你这里。柜台服务员接过他证件看了一眼，一脸鄙夷：你弄个假证件在这里糊弄谁呢？你出了这个大门，跑了我找谁说理去？你是想让我自己赔吗？说着把证件随手扔在地上，你弯腰捡起地上的工作证，交给了王新军，目光看向女柜员问：多少钱？我帮他给。女柜员上下打量了你一番，笑得那叫一个轻蔑。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这乡巴佬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就敢瞎胡说，一共127块5毛，拿钱吧。说着伸出手，你二话没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大团结递给女柜员，你找钱吧。看着手里的钱，女柜员带着惊讶错愕，反复数了数，点了点头说：好嘞，同志你稍等。周围的人见没热闹可看，发出一阵嘘声，轰然散了。王新军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目光看着面前比自己高一头的男人。刚才那么多人围观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帮自己说句话，可这人二话不说就帮自己解了围。看他穿着也不像是个有钱的，这笔钱对他来说肯定不是小数目。想到这里，王新军心中对这个陌生人不胜感激，世上还是好人多啊。刚才真的谢谢你帮我解围，我车上有钱，车就停在外面，麻烦你跟我一起去取吧。你点了点头，跟着王新军一起走出来，果然看见路边停了一辆黑色小轿车。这个年代就开上小轿车了，看来之前传他背景深厚是真的。王新军打开车门，从车上拿出包，数出钱递给你：小兄弟，再次谢谢你。你去哪里？我送你吧。你接过钱，连数都没数就往兜里一揣，想着身上带着这么多东西，坐班车确实没坐他车方便，倒也没跟他客气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接着把自己家地址报给了王新军，然后坐上了副驾驶。途中，两个平日里完全没有交集的人聊着天，完全没有话不投机，相反像是多年
不见的老熟人似的，聊得非常投缘。王新军原本还以为这个年轻人就是个普通人，可聊天中发现压根不是那回事。这人看起来深不可测，年纪轻轻却拥有着这个年龄本不该有的沉稳，总觉得这人并非自己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不禁升起一个想法，或许这人以后说不定能成大器。车子开到院子门口，你探身从车里迈腿下了车，然后将给丈母娘买的补品从后备箱拿了下来，弯腰冲着车内的王新军道了谢。王新军扬起笑容应了一声，没事，兄弟，我们有缘再见。说着看了一眼你身后的破土坯房子，然后掉了个头，驱车离开了。你拎着东西进了屋，一眼就瞧见媳妇手里正拿着一件男人的外套。你走上前，把拎着的东西放在桌上，瞅见自己媳妇想把衣裳往身后藏，眼疾手快，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件蓝褂子，咧嘴笑着问：媳妇，这给我买的。说着就把外套往身上一套。林清雪见你把外套穿在身上，领子没弄好，下意识走上前，踮起脚尖，抬起胳膊，伸手给你整了整领子。整好之后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肩宽大小都合适的很，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。犹豫了一下，开口解释：我看天凉了，就带着闺女去镇上给你买了件新褂子。你一听，再瞅见他眼神躲躲闪闪的，心里头明白他不自信，担心这担心那的，心里头那叫一个乐呵。他能给自己主动买衣服，这可是头一遭。你迈开步子，伸手把他人带入怀中，谢谢你啊，媳妇，这衣服我很喜欢。说话间，这才发现屋内还有个大电灯泡，李甜甜怀里抱着孩子，俩眼珠子瞪得跟俩铜铃似的，瞧着你亲小嫂子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自己这么大个人处在屋里头，你该不会又没瞅见吧？眼下自己刚看了不该看的，会不会长针眼？自己啥时候能回城亲自己的亲哥哥？走神儿时，他涨红着脸，挤出一抹假笑，抱着孩子匆匆进了自己住的西屋。林清雪被你亲的气息不稳，软绵绵的靠在他结实的胸膛，听着你强而有力的心跳声，开口软软问了句：吃饭没？饿不饿？我给你做饭。你揽着媳妇进了睡觉的东屋，随后把她按坐在凳子上，将贴身放着的布袋拿了出来，这个你收起来放好。林清雪抬眼瞅了瞅男人，收回视线，打开还带着体温的布袋子，当看到里面装的都是大团结后，连忙紧捂住那布袋子，慌忙看了一眼门口，确定不连门外头没人，这才起身压低音量问：咋这么多哩？声音中带着一丝害怕。你拿回来的钱一回比一回多，心里头既是欢喜又是害怕，真怕你背地里头干了啥不好的勾当。瞅着媳妇可爱的模样，你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以后的钱只会更多。你轻叹了口气，如今的幸福就跟做梦似的。你蹲在媳妇面前，与她四目相对。好了，媳妇，你要是心里头不踏实，下次俺进城，你跟着俺一块去好不好？你看看钱是从哪儿来的不就行了？林清雪听你这么说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面前的男人，瞅了好一会儿，这才点了点头。你见他应了，忍不住凑上去，在他额头上又亲了一口，这才说道：好了，你拾掇拾掇，给我留200块钱，我去借辆自行车，待会儿带你回娘家去。说着转身撩开帘子就出去了。你出去后，林清雪瞅着手里那厚厚的一沓大团结，眼睛在屋里头扫了一圈，总觉得放哪儿都不保险，心里头不踏实。他一个人躲在屋里头，找了好几个地界儿，都觉得不安全，又把之前藏钱的地界儿检查了一遍，点了点数目，确定没啥问题后，又发起了愁，不知道到底要把这笔钱藏在啥地界儿才安全。你没借来自行车，回到院子里，一屁股坐在石墩上，从兜里掏出烟来，划拉了一根火柴，点燃了烟，狠狠抽了一大口，缓缓吐出烟，想着带着老婆孩子出门，没个交通工具可不成，自己靠着2条腿走多少路都没关系，可不能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吃苦头。你本想借辆自行车带着他们回娘家去，可忘了这玩意儿在这个年代有多金贵，自家平时都不舍得骑，咋可能借给外人骑？光想着建房子改善住宿条件了，把出门的交通工具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。林清雪把钱藏好后，从屋里头走出来，瞅见你坐在院子里抽烟，没见着自行车，知道是没借来，开口说道：咱走路回去也行，之前也都是走路回去的。你点了点头，闷声应道：你下定决心要尽快多挣点钱才行，家里头需要置办的东西太多了。下午快2点的时候，林母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隔壁邻居走进来，兴奋地嚷嚷着：婶子，快别洗了，我瞧见你家闺女女婿回来了，大半个村子都清楚他女儿嫁了个什么货色。林母一听邻居的话，连忙起身，用腰间围裙擦了擦手，慌忙走了出去。不知道这次又是咋了，来打秋风吗？他来到门口，瞅见闺女女婿朝着自家这边走来，不晓得这2人今儿个咋会一起来了，还瞅见女婿手里头拎着大包小包的，惴惴不安地迎了上去，先细细打量了一番自家闺女，见她穿着一身簇新的衣裳，那张稚嫩白净的脸蛋上洋溢着笑容，跟以前愁眉不展的模样大不一样，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这才算落了下来。瞅见女婿手里拎着麦乳精、水果罐头，还有那么大一块肉，一只野鸡，好些个鸭蛋，一看就得花不少钱。想到他家条件，他忍不住埋怨：回自个儿家，你们俩来就来呗，带这么东西干啥哩？说着赶紧接过闺女怀里的孩子。林清雪脸上挂着浅浅的笑，也不吭声。以前每次来都是空手来满载归，这次可是结婚以来头一回往娘家带东西。这一路上她虽然没说啥，但心里头那个美真是没法说。你看着面前的丈母娘，恭恭敬敬的喊了声妈，林母被你喊的心里头直发怵，不自然的挤出个笑容，赶紧招呼你们进屋。一旁的邻居也围过来看热闹，瞧着你俩这变化，一时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夫妻俩相貌都不赖，现在再配上这身行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是有钱的城里人下乡来走亲戚。可作为邻居，自己最清楚不过了，你们家里穷得叮当响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林母带着女婿女儿进了屋，刚才邻居那惊讶的表情，他可是瞧得一清二楚。
心里头那个得意，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。闺女出嫁后过得不好，没少被人看笑话，现在可算是扬眉吐气了。瞅着闺女这身打扮，不再是以前那些破旧不合身的衣服了，浑身上下都是崭新的衣裳，脚上还穿着橡胶底的鞋子，一看就是高档货。再瞧瞧女婿，也不再是以前那副急吼吼、小气巴拉的样子了，现在举手投足都透着稳重，跟变了个人似的，都快不敢认了。难怪闺女说她变了，看样子是真的变好了。林清雪坐下后问道：“妈，我弟呢？”林母低头瞅瞅怀里的娃，给他抻抻小衣裳，笑着回道：“带孩子去镇上了，估摸着也快回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就见林明亮推着那辆28大杠自行车，风尘仆仆的回来了。路上他听到村民说，自家姐姐带着孩子来了，不清楚是不是你又犯浑了。要不是因为自己，姐姐哪会嫁给这个一穷二白，就只剩下个救命恩人名头的赵振国。放好28大杠自行车，进屋一看你也在，脸色立马就阴了下来。林母瞅见儿子那脸色，心里头明白是咋回事，赶紧打圆场：“儿啊，振国买了一堆东西过来看我。”林明亮瞅了眼桌上那堆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不由得冷哼一声。他拽过个板凳，一屁股坐下去。我着火想狠狠数落自己姐夫，可又怕老娘不高兴。你知道自己以前干的那些混账事儿，让小舅子对自己一肚子意见，就没指望能捞着个好脸。所以林明亮这副德行，你一点也不意外。这时候，赵小燕抱着孩子进来了，一瞅见自己弟弟，眼里头闪过一丝愁云，可还是勉强挤出个笑来。不清楚弟弟这次过来是不是又要打秋风？每次他来，不是借钱就是借东西，弄得自己在婆家都抬不起头来。虽说自己男人从没因为郑国的事跟自己红过脸，可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更觉得丢人。他想说，你上次因为借钱的事儿还把丈夫给揍了一顿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你瞅见三姐眼里的哀怨，心里头不是滋味，你心知肚明。这2年多，因为自己，三姐在婆家日子也不好过。想起上一世，媳妇带着女儿跳河后，家里人都跟自己断绝了关系，就三姐在自己走的时候，偷偷塞给自己20块钱，还有几个热乎乎的熟鸡蛋，所以自己发达了。怕三姐因为自己家在婆家左右为难，也不敢跟她有联系。后来听一个同乡说起姐姐姐夫想做点小生意，就把他们看好的门面买下来，然后以白菜价租给他们。一时间，屋内陷入沉默。林清雪也觉出气氛有点不对劲，这2年多，家里确实靠娘家帮衬着才勉强度日。她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一沓子大团结。之前还不知道你让她拿这钱干啥，路上的时候你说了，这200块是用来还欠丈母娘和弟弟的债。林母一听，心里头挺意外，这家伙以前借钱那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从来没想过他能把借的钱还上，就盼着他能少惹点事儿就行。妈，这是郑国让我拿给你的。林清雪说着，就把钱往亲妈口袋里塞。林母一看这么多钱，心里头就慌了，赶忙腾出抱孩子的手，把钱又塞回给女儿。快收起来，身上带这么多钱干啥？丢了咋整？语气里带着点责备。你没想到丈母娘反应这么大，赶紧开口说：“妈，这钱您一定得拿着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往后我跟青青好好过日子，这钱您要是不收，我心里头不踏实。”林母瞳孔微震了一下，不明白这短短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能让人改邪归正。目光看向自己女儿，见她含笑示意自己收下钱，这才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把钱揣了起来。这钱妈先给你们存着，啥时候需要随时来找妈拿。林母说道。林明亮瞅着你，也是一头雾水，心里头直犯嘀咕。再瞧瞧自己姐姐，穿戴的光鲜亮丽，眼睛里头也闪着光，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样子。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再信你一回吧。于是他转头吩咐媳妇燕儿去弄点下酒菜来。林清雪一听要喝酒，顿时有些着急了。幺弟，待会儿我们还要回去，家里放了那么多钱，没人看着他心里头不踏实。再说了，他生怕你喝多了，又发起酒疯来。林明亮摆摆手，没事，姐，我俩少喝点，不耽误你们回家。林清雪见跟弟弟说不通，就瞅着你，希望你别喝酒。你接受到媳妇的信后，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嘴大白牙。没事，媳妇儿，你放100个心，我喝酒有数。林清雪听了，心里头有点不痛快，剜了你一眼后，接过弟媳怀里的侄子，赌气似的坐在一旁，一句话也不再说。赵小燕忙活起来，然后在院子给他们支起桌子，把自己男人私藏的白酒拎了出来。两男人谁都没有说一句废话，倒上酒，拿着碗碰了一下，咕嘟咕嘟闷声干了。坐在堂屋的林清雪抱着小侄子，心不在焉，不放心的时不时看向外面，瞧着弟弟跟你那种喝法，他有些坐不住。林母把自己女儿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，见他对你这么上心，看来这些天小两口处的是不错。见他这样，自己也就真正放心了。院子里的2个大男人，一碗酒下肚，话匣子才慢慢打开。林明亮呼出一口浓烈的酒气，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，眼神也有点迷离。他抬起胳膊搭在你肩膀上说道：“姐夫，今儿我看在我姐的份上，才愿意坐在这里跟你喝这个酒。之前的不愉快我就不提了，我只希望从今往后你要好好待我姐姐，要不然我豁出这条命也饶不了你。”林家姐弟感情深，上辈子林清雪跳河后，林明亮把你打了个半死，要不是林母拦着，怕儿子蹲大牢，小舅子能把你给活活打死为他姐报仇。你点了点头没吭声，拿起碗仰头把里面的2两烧刀子一口气闷了，那酒辛辣无比，顺着喉咙流下去，烧得人胃里火辣辣的。林清雪坐不住了，抱着孩子走了出来，冲着你喊：“嘿，你还要不要回家？”你一听媳妇的话，赶紧放下酒碗，英俊的脸上扬起笑容：“不喝了，这点酒对你来说不算啥，不知道是太开心了，还是酒劲上来了，你有点晕乎乎的。”林清雪去拉你，露出了小胳膊上那抹不易察觉的紫黑痕迹。林明亮的注意力被吸引，眼神瞬间变得凌厉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愤怒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摔了酒碗，一把揪住你的衣领，愤怒的质问：“你对我姐做了什么？她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还说你改好了，我看是狗改不了吃屎，你改个屁！”你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措手不及，
林明亮这是喝醉了，发什么酒疯？目光看向林清雪的手腕，这才恍然大悟。你急忙解释，你误会了。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，那确实是你弄的，但不像是林明亮想象的这样。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，更是让林明亮坚持了自己的推测。他哪里肯听？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。姐姐林清雪向来柔弱，如今手腕上竟有这样的伤痕，他怎能不心疼？他一拳挥向你，嘴里怒骂：“你个混蛋，竟然敢欺负我姐！”你被打得踉跄几步，险些摔倒。你捂着疼痛的脸颊，却并没有还手，只是不断的重复：“弟儿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没有欺负你姐。”林清雪见状，急忙上前拉住弟弟，焦急的解释：“弟弟，你真的误会了，这伤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，跟他没关系，你别打他了。姐，你有委屈就说，大不了离婚回来，咱家不缺你这口饭吃，嫁不出去当老姑娘也无所谓。”林清雪很感动，但这次真的是她误会了，她只能红着脸在赵小燕耳边低语了几句。赵小燕听完，诧异的看着她，然后在她坚定的目光下，踮着脚在林明亮耳边说着什么。林明亮听完后看向姐姐，见她朝自己点点头。赵小燕转述的话不像是在说谎，这才慢慢松开了你的衣领，但她心中的怒气并未完全消散，只是强忍着没有再发作。对于林明亮的误会，你倒是觉得很正常，你上辈子就是个混球，也没少打林清雪，所以你压根就没有还手。林清雪看着你流血的嘴角，心里也是一阵心疼。她知道弟弟是出于保护她的心态才这样做的，但她也知道你这次是无辜的。她瞪了眼你，要不是你太能折腾了，弟弟又怎么会误会？跟赵小燕嘀咕了半天，林明亮还是不太敢信，做那事还能把胳膊伤成那样，但看看姐姐羞涩的模样，好像还是真的。林明亮不想道歉，只是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要是敢打我姐，你给我等着！不会的，我会好好对清雪的，你再三保证。”经过这场风波，林明亮对你的态度也有所改观。他姐夫之前多混的一个人，连狗见了都夹着尾巴，被他打了居然也不还手，只是低眉顺眼，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姐。回去的路上，你大脑感觉颇为亢奋，弓着高大的身体，下巴垫在媳妇的肩膀上，嘴里时不时重复喊着媳妇。所幸路上没什么行人，林清雪才不至于觉得骚得慌。不知道这人怎么又开始耍酒疯了。以前喝醉后，他力气大得很，但凡稍微有点不顺他心，就要折腾自己。可现在贴在自己身后跟着的人，显得十分粘人，时不时拉着他的手，附在他耳边说话，喷洒出来的酒气弄得脖梗痒痒的。临近村子时，他停下脚步，对着身后的人说：“你给我站好，好好走路。”说着把怀里的女儿调整了一下姿势，一路上抱着走回来，胳膊确实累得有些酸痛。这人一直想抱，可他喝了酒，哪里敢给他抱？虽然走路十分稳，但黑乎乎的不敢冒那个险。被媳妇训斥的你直起腰身，乖乖跟在媳妇身后。翌日，你带着东西准备上山。你今天上山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一下他的猜测。前几天你薅了把野芹菜想带回家调味用，却发现扔不进空间。你当时以为空间坏掉了，可扔其他东西都是正常的。你没敢吃，把那把野芹菜带到了村卫生室。村医告诉他，那不是野芹菜，而是毒芹。毒芹与野芹菜在外观上非常相似，但毒芹全株有毒，误食毒芹后可能出现口腔灼热肿胀、剧烈腹泻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严重者可能在10余小时内死亡。你给村医塞了2包烟和1只兔子，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临走的时候，村医还偷偷摸摸给你塞了本神农百草经，跟你说山上的东西千万不能乱吃，还给你塞了包自制的驱虫药粉。你怀疑自己的空间有变毒的能力，走在郁郁葱葱的小路上，你不时地弯下腰，拨开草丛探寻着。不久就发现了许多野生蘑菇，其中不乏一些看起来十分诱人的香菇。你一边摘一边往空间里扔，跟你推测的差不多。那些色彩斑斓、一看就有毒的蘑菇无法被收进空间，这算是空间的附属功能。见毒除了植物外，他还想试试动物。你灵巧地在山林间穿梭，每一步都显得谨慎而敏捷。每当周围传来树叶轻轻摩擦的沙沙声，你会迅速反应，熟练地拿起弹弓，装上弹珠。弹珠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准度穿越密集的植被，击中那些试图隐藏在阴影中的毒蛇。被击中的毒蛇瞬间痛苦地扭曲身体，随后便一动不动了。你试了下剁下舌头的蛇和没有剁下舌头的蛇，发现毒蛇被剁下舌头后方能放进空间。你捡起一条7寸子，指尖不断按压，直到摸到毒蛇腹部的一个硬物。接着你从布包里掏出一把小刀，划开毒蛇的腹部，找到蛇胆，用胆管扎进胆囊口后切下，再撕掉外面的脂膜，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。蛇胆和蛇肉均可以单独储存在空间内。处理完这些，你看着剩下的蛇身，一边用手帕擦手，一边思考，不知道媳妇吃不吃蛇肉。蛇的肉质很鲜美，先带回去问问吧。她要是不吃，自己再带到集市上售卖。幸亏自己有空间，要不然这蛇胆不太好保存。从空间里取出一瓶2锅头，开封，把10几枚蛇胆扔了进去。新鲜蛇胆除了晾干，泡酒就是最好的保存方法。突然，附近的树林中传来了2声清晰的野鸡叫声，在静谧山林里显得格外响亮。你只是稍微一听，便迅速从腰间取出了弹弓和弹珠。嗖的一声，弹珠在夜色中划出一道流畅的轨迹，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，迅猛而精准地射了出去。一只正欢快地在林间跳跃的野鸡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一颗急速飞来的弹珠击中了身体，瞬间失去了活力，跌落在地上无法动弹。你快步走上前，轻轻拾起这只还带着弹珠的野鸡。小鸡炖蘑菇，绝配！媳妇，我回来了。你将2个箩筐放在院子里。林清雪看了一眼，今天收获不错吗？你一边洗手一边问林清雪，媳妇，你吃蛇肉吗？林清雪瞥了眼那条墨绿交织的大花蛇，光是看着就让她倒胃口，更别说吃了。不吃那就不做。你见林清雪拒绝的干脆，知道她不好这口，便有些惋惜的把蛇塞进箩筐，用草盖上，防止碍了媳妇的眼。洗完手，你将采摘的蘑菇、香菇都拿出来晾晒，野菜也洗净了一部分，准备做成菜单，另一部分
本则用来做咸菜。你做饭的动作很快，没一会儿就喊着林清雪吃饭了。郑国，这个汤怎么这么好喝？林清雪好奇地问。这是用山上的野菜和菌菇做的汤，我摘了很多回来，眼看冬天就要来了，现在多摘点晒干，冬天也能当菜吃，真好吃。林清雪赞不绝口，一边夹着菜一边说道。她自己其实吃不了那么多，吃了一张饼，喝了一碗汤就足够了。不过这些东西不能随便摘哦，有些是有毒的，不认识的人如果误食了可能会中毒身亡。你提醒道。郑国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林清雪好奇地问。大概是知识的力量，反正一看到就知道有没有毒了。林清雪也没有再多问什么。这样子的你很好，比之前好太多了，她很喜欢。次日傍晚，你洗了个澡，换了套干净衣服，带着林清雪去了四叔家。娶媳妇的是你远房堂叔的儿子，按村里习惯，明天娶新媳妇，今儿个晚上招待近亲，坐下来吃个饭。男人单独一桌喝酒，女人另外一桌吃饭闲聊。这时候四婶子抱着个罐子走到女桌，这是家里酿的果酒，度数不大，喝不醉人，都喝点儿。说着面带陪笑，清楚你是个厉害的，宠媳妇也宠得厉害，怕得罪她。四婶子率先拿起林清雪面前的碗，给她倒了一碗，喝吧清雪，甜的不辣。林清雪看着碗里的果酒，端起来闻了闻，带着淡淡的香甜，喝了一口，虽然算不上甜，还带点酸涩，但味道确实还不错。喝下去后并没有那么强的辛辣感，不像酒，倒像是汽水。这时候一旁张王家媳妇忍不住大着胆子凑到林清雪耳边小声说，清雪，看好你家男人，你瞅瞅慧慧，好好的女婿不做，偏偏跑到男人那桌，还坐到你家郑国身边，搔首弄姿的。林清雪顺着他的视线余光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南喜，只见张慧慧正羞答答的给一众男人挨着倒酒，看起来跟个谄媚的哈巴狗似的。他收回视线，冲着身边的王家媳妇笑了笑，并未说什么。王家媳妇见他不为所动，感觉他今天跟往常似乎不一样，天知道四婶子看到你带他一起来吃席，魂儿都吓掉了，生怕今儿的客人谁哪句话说错了，惹得你大闹。王家两个儿媳妇最近都不敢出门，脸肿得跟猪头一样，听说是说了林清雪的闲话，被赵振国打的。这么近距离瞧着林清雪，眉眼如画，皮肤白嫩到能掐出水似的，身段更是好到没话说，依稀间还能闻到淡淡的香味。别说男人了，自己身为一个女人都看得移不开目光，真是纳闷，同样是女人，她怎么就生得这么好？林清雪察觉到身边王家媳妇的视线，端起面前的果酒，冲身边人说，王家嫂子，咱俩喝一个。王家媳妇听到他叫自己嫂子，憨厚黝黑的脸上乐开了花，端起果酒跟他喝了起来。妹子，以后你有啥事跟嫂子说，我虽然只比你早嫁过来1年，但庄子上的事我熟着呢。一桌的女人瞧着城里媳妇林清雪这么好说话，不由都松了口气，也没再像先前那么拘谨，偶尔都能跟他聊两句。南席这边坐在你身边的张慧慧，桌下的腿时不时有意蹭一下你，察觉到你躲避后，更是连个余光都不给自己，就不信你对自己一点感情都没。张慧慧故意喝了点酒，庄云忍不住往你身上靠，虽然每次都被你不着痕迹的躲开，可你越是这样，他就越不甘心。等散席的时候，王家媳妇眼见张慧慧缠着你，开口嚷嚷，郑国，你快来，你家媳妇好像喝醉了。听到他的话，你起身大步走了过来，伸手把人从王家媳妇那边接过来，单手搂上那纤细的腰肢，目光瞥了一眼桌上的酒壶，问了句，给他喝酒了？王家媳妇乐呵呵说，四婶子酿的果酒，就给他喝了点，谁知道这都能喝醉。这时候的林清雪身体软绵绵的靠在你怀里，细长漂亮的凤眸带着醉意的扑朔迷离，乌发红唇的脸上带着红晕，湿润嫣红的朱唇轻启，冲你嚷嚷，抱抱。说着藕白纤细的手臂环抱上那精悍没有一丝赘肉的腰，他这一举动弄得一旁思想保守的女人个个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你也没想到媳妇喝醉了居然怪可爱的，顾不得其他，拦腰抱起喝醉的人，迈着稳重的步伐出了四叔家。你本来还想去大嫂家接孩子，一看媳妇都醉成这样了，只能作罢。这一路下来，怀里的林清雪分外不老实，白皙的小爪子在你身上各种胡乱摸索，领口的白色衬衣扣子都给你扯掉了一颗，你差点忍不住在野外把媳妇给办了，忍了又忍，才忍住了。好在是晚上，夜里黑，一路上也没什么人，把人抱进屋，踱步来到卧室，弯腰探身把人放在床上，随后你蹲在院子里守着，从裤袋里摸出烟点燃后，嘴里叼着烟，仰着头深深抽了一大口，盖新房真的是刻不容缓了。次日，林清雪是被鞭炮声吵醒的，她带着睡意惺忪的眸子撑着身体坐了起来，软绵绵的靠在床头。记得昨晚去四叔家吃了酒，当时因为觉得果酒好喝，就贪嘴多喝了点，在后面就不怎么记得了。卧室外的你听到屋内的动静，来到门口，媳妇儿你起来了吗？庆祥娶的新媳妇快进村了，换好衣服我带你去瞧新媳妇。卧室内换好衣服的林清雪撩开帘子走了出来，问振国，咱孩子呢？一直让大嫂帮忙不好吧？没事，大嫂说她不爱凑热闹，我们一会儿去接她。她开心的去院子简单洗漱了一下，跟着你去看热闹。此刻庆祥家的小院屋里屋外都是人，异常热闹。你一来，张慧慧就看见你了，1米8多的你在人群中宛如鹤立鸡群。林清雪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你非常好意思，你拽着林清雪的胳膊，让她挽着自己。合法媳妇儿挽个胳膊怎么了？你侧脸看了一眼挽着自己胳膊的人，随后收回视线说了句，以后不许跟别人喝酒。磁性的嗓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。听到自家男人的话，林清雪不明所以，无所谓的仰脸看身侧的自家男人，当瞧见你敞开的领口带着遮不住的齿痕，隐约还能看到没消的抓痕时，愣了一下神，难道是昨晚自己喝醉后发了酒疯闹的？联想到早晨穿着你的衣服，自认为脸皮已经比之前厚了，可还是隐隐感觉脸颊有些可耻的发烫了起来。你敛着眼眸，当瞧那鹅白的双颊带着绯红，暗自疑惑，他这是害羞了。林清雪对视上自家男人审视疑惑的目光，没好气的弯了你一眼，看什么看？接
接着在你腰间狠狠掐了一下，毫不矫情地说：“你只能看我，听到没有？”见他如此，你薄而有形的唇角微微勾起一个夸张的幅度，接着瞥了一眼他身上穿着的新衣服，收回视线，看着李成的一对新婚佳人，你俩的一举一动都落入不远处张慧慧的眼里。此刻，他感觉自己心里异常难受，觉得林清雪现在拥有的一切原本都该属于自己的，他后悔了，后悔当初听家里说这就是个小混混，没出息，没有继续死缠烂打下去。无论如何，他都没办法放弃郑国哥这么好的男人，不论外形条件还是本事，郑国哥都比现在自己这个相亲认识的对象好太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一定要把郑国哥重新抢回来才行。依照郑国哥的能力，让他天天吃肉穿新衣服都不是什么问题。想到这些，张慧慧单手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又拢了拢绑着的马尾辫，越过人群来到他们夫妻面前，含情脉脉说：“郑国哥，喝汽水。”说着将手里的汽水瓶子递到你面前，你单手插在裤子口袋，另外一只手胳膊任身边人挽着，视线看向张慧慧，不咸不淡说：“你喝吧，我不渴。”这时候不知道是谁起哄要闹新郎，关键时刻新郎把新娘子推出起哄的人群，一些年轻未婚的半大孩子瞬间沸腾了起来，一时间院子里乱哄哄的。你见此，伸手将身边人紧紧护在怀中，避开人群触碰，仔细的护着他走出推攘热闹的人群。出来后，幽深的眸子在他身上打量了一番，有没有被人碰到？见他摇头，才收回视线，牵上那葱白如玉的手回家。然而这时候，人群中的张慧慧没能走出来，她感觉好几只手趁乱在自己身上胡乱摸，这使得还未出嫁的她受到惊吓的同时倍感耻辱，想要出去，可不知道是谁又把自己推了进来。这期间胸口的扣子都不知道被谁扯开了，露出里面的白色小背心，焦急害怕的双手护着胸口，红着眼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想要从人群中搜寻到心心念念的人，可这时才发现他怀里护着林清雪离开了。刹那间有些崩溃，忍不住大声喊：“郑国哥，我还在这里！”喧闹声盖过他的呼喊声。林清雪一双眼睛恨不得长在自家男人身上，眼看他棱角分明的轮廓确实好看，难怪那个张慧慧上杆子想给自己女儿当后娘，因此也没看路，脚下被绊的一个趔趄，身子直直向前倾。你见此，眼疾手快的伸出长臂，勾着那纤细的腰肢，将他整个人带入怀中，蹙眉冷声道：“看路！”贴在那结实宽厚的胸膛，林清雪这才松了口气，庆幸没摔个狗吃屎，压根没理会自家男人的话，并肩与他挽着胳膊走在一起时，目光依然粘在他身上。另外这边，庆祥家闹完新郎人群散去后，张慧慧的衣服都被撕扯得不成样子了，因着当时在场的人太多，谁也不承认趁乱对他下手，即便是张慧慧哭得泣不成声，一群看热闹的人愣是没有一个上去替他说句话。直到张慧慧他妈得知消息后，匆匆赶过来，骂骂咧咧把人带了回去。这件事很快也就在村里传开了，不知怎么就传到张慧慧未婚夫那里。他得知这件事后，没有替他出头，而是直接退了亲事。这件事在庄子里成了饭前茶后的谈资。数月后，新房上梁那天，村里大半人都来了。你站在梯子上，亲手把最后一根主梁稳稳当当的架上去，鞭炮声噼里啪啦炸响，红色的碎屑像花瓣一样落在刚砌好的青砖墙上。2层的楼房在秋日阳光下泛着崭新的光泽，玻璃窗明晃晃的，在整个赵家洼都是头一份。你站在院子里，怀里抱着闺女，眼睛却一直往人群里找。林清雪穿着一身红毛衣，站在灶台前给帮工的人盛饭，热气腾腾的大锅里炖着你前天从山里打回来的野猪肉，香味飘得满村都是。她忙得额头沁出细汗，脸颊红扑扑的，时不时抬眼朝你看过来，目光一对上，就又飞快的移开。李甜甜端着碗凑到林清雪身边，小声说：“嫂子，你瞅大哥那眼神，跟长你身上了似的。”林清雪没吭声，耳根子却红了。天黑下来后，帮工的人陆续散了，新房子还没完全干透，一家3口仍旧睡在老屋的东间。闺女在小床上睡熟了，你躺在炕上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，看着怀里蜷着的人。林清雪枕在你胳膊上，呼吸轻轻的，身上还带着白天忙活后的温热。你低头在她发顶亲了亲，她没醒，只是往你怀里缩了缩。你睁着眼望着屋顶那条被油烟熏黑的房梁，想起上辈子这个时候，自己大概正醉醺醺的躺在哪个赌桌上，输光了身上最后一个子儿，压根不知道家里的女人和孩子正饿着肚子，而此刻怀里的人实实在在的温热的，呼吸均匀。你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的运气比上辈子赚的那些钱加起来都值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透，你就起来了。灶房里，你把昨天剩下的野猪肉切成薄片，又打了2个鸡蛋，蒸了1碗蛋羹。林清雪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，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饭。吃了饭，我去趟县城，你往他碗里加了块肉，砖厂那边还有点尾款要结，顺便看看能不能弄到点好木料，打几件像样的家具。林清雪点点头，低头吃饭，没说话。你瞅着他那副模样，知道他是舍不得你出门，又不好意思开口，于是你伸手捏了捏他的脸。天黑前准回来。林清雪抬眼瞪你，却没躲开。你走后，林清雪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转悠。新房子的窗户还没安玻璃，用塑料布临时挡着风。她站在跟前，隔着那层薄薄的塑料布往里看，空荡荡的屋里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黑漆漆脏兮兮的样子了。雪白的墙壁，平整的水泥地，阳光从窗户透进去，照得一室亮堂。她忽然想起刚嫁过来那年住的就是这间老屋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自己蜷在炕角，听着你醉醺醺踹门的声音，吓得浑身发抖。那时候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熬一天是一天，熬不下去了就去死。可现在呢？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睡着的闺女，又看了看那2间崭新的青砖房，觉得像做梦一样。傍晚，你骑着新买的28大杠回来，后座绑着一捆木料，车把上还挂着一包红糖。进院子的时候，林清雪正抱着孩子在夕阳下坐着，身上那件红毛衣
被余晖染得暖洋洋的。你支好车子，走过去，把孩子接过来，另一只手牵着他的手，往新房里走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推开新房的木门，里面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堂屋摆着一张新打的八仙桌，是你托人从镇上买的现成的。里屋的炕也盘好了，铺着你从县城带回来的新褥子。林清雪站在里屋门口，看着那面贴着白纸的窗户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要是早有这样的日子。”你没让他说下去，从身后抱住他，下巴搁在他肩上，以后都是这样的日子。怀里的闺女醒了，睁开黑亮的眼睛，咿咿呀呀的伸着小手。林清雪低头看他，嘴角慢慢弯起来。窗外天色彻底暗了下来，远处谁家点了灯，昏黄的光透过纸糊的窗户，星星点点的。村里的狗叫了2声，又安静下去。你把媳妇和孩子都揽在怀里，听着2人的呼吸声，心里头忽然踏实的不得了。上辈子你什么都有了，唯独没了他们，这辈子你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有他们就够了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是李甜甜从隔壁回来了，小心翼翼的敲了敲堂屋的门。大哥，嫂子，我回来了。林清雪从你怀里挣出来，红着脸去开门。你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喊了一声媳妇。他回头疑惑的看着你，你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他弯了你一眼，转身去招呼李甜甜了。你抱着闺女站在新房的窗户前，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色，闺女咿咿呀呀的叫，小爪子抓你的脸。你低头亲了亲她软乎乎的脸蛋，轻声说：妞妞，咱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呢。